丽娜，你说一棵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它怎么找到人？上一轮诡异靠听觉，在上一轮靠视觉，这一轮换成了树。树没有眼睛、耳朵，它要找到活人只有一种可能：热量。热成像，所以我们得把热量隔掉。怎么隔？埋了。什么？土壤有隔热作用，人体的热量传不出来，树就探测不到。可是埋在地下，上面全封住，怎么呼吸呢？上轮游戏我准备了很多，当时想着万一虽然也需要，可以及时用上，没舍得丢，就一直揣着。可以，通的。丽娜，你这个囤货的毛病我喜欢。时间不多了，挖坑，让开点。一人一个。上面用树枝搭个架子，铺上落叶，再盖一层土。芦苇杆从里面插出来，管口藏在落叶底下。如果你们在坑里发现危险了，记得随机应变。那给你这个，你比我更能发挥它的用处。试试你有多硬。好家伙，砍都砍不动。之前梦里的树枝干扭曲在空中挥舞，我想看看现实里的树动起来是不是跟梦里一样。他不躲，他爬树上了。安神要观察树，可是他在树上不是暴露热量吗？树如果真的靠温度感知，他在干什么？这孩子又在拿自己当诱饵试探。15分钟已过，抓捕者正式进场。刚才盯着的那10棵树全活过来了，他们没有抱团，而是直接散开，但挡不住他们开的是热成像挂啊！树根全是地表游走，连重新扎进土里探寻的动作都没有。看来地下暂时是安全的，不过还是得先做个小实验，确认这帮树妖到底是不是靠热量抓人。对了，这个火堆可以充当热源，就看他们上不上钩了。来了，大木头来了，果然是热量。好了，现在回去看看丽娜他们怎么样了。早点把坑让出来不就行了，非要挨一顿打。这娘们喝过力量药剂和速度药剂，我们打不过啊！快点，我们没多少时间了，给我！你们想藏地下就自己挖坑，为什么抢我们的？虽然是他们的人传讯告诉他们可以躲在地下，但他们不自己挖，直接来抢我们的。林穗安，你别太霸道，这不关你的事。他们一共就3个人，这里一共有4个现成的泥坑，我们占3个，剩下的那一个也足够让你躺进去了。大家各退一步不好吗？我的人挖的坑，你想占就占。少跟他废话，他就1个人，还能同时打我们几个不成？现在不赶紧把坑分了躲起来，等那些树妖杀过来，大家都得死。我1个人，为什么不能打你们全部？你没事吧？没事，皮外伤。赶紧下去，我刚才试过了，不出意外树就是靠热源找人。快！虽然你不下来吗？不了。为什么？耽误了那么长时间，说不定树马上就来了。他们弄脏了我的地盘还想跑，我这人最小气，报仇从来不过夜。老大，那边转来的急电，刚在游戏中被淘汰的那6个玩家联名发了抗议。哼，脸都不要了，他们的人明抢我们，技不如人，还有脸要赔偿？联合声明拟好了吗？拟好了，随时可以发送。即刻起，龙国毛熊南塞白丝4方正式结盟。我们永远拒绝与在游戏里欺辱林穗安等人的组群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你别过来，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跟在后面凑热闹的。我没打人，我是被打的。你看我的脸，就是莉迪亚打的。跟在后边吃人血馒头也得付出代价啊！病树要来了。这蠢树的移动速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按照这个秒速，哪怕我开挂了，30秒之内也绝对会被追上。蠢树，灭火去吧。热成像锁定机制实锤了，果然有效。行，续费挺快啊。那姐们儿陪你玩个大的。到了，是丽娜他们挖坑的位置，他们连我那份也顺手挖好掩埋了。冰树追过来了，惨叫声越来越少，应该是地面上能跑的人已经不多了。如果冰树把地面上的活人全解决了，找不到新的热源，虽然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肯定不会停下来。我必须早做打算。全体玩家请注意，3分钟后将随机投放宝箱3个，包含丰富的游戏道具。宝箱保留时间为3分钟，超时未领取，宝箱消失。倒计时开始。这贼系统，这次投放的宝箱怎么变多了？之前只有1个宝箱，还不通知，全靠玩家自己碰运气。这轮倒好，3个，而且提前3分钟通告，生怕你不知道。你觉得是游戏突然变大方了？他在勾引人出来。聪明，地面上能跑的人不多了，
冰树找不到猎物，游戏就放个饵出来，把躲起来的人引出去。出来抢宝箱的玩家就是新的靶子。我想去抢宝箱试试。你疯了！外面全是鬼艺术。没关系，我速度快。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宝箱在哪。这个不用担心，游戏既然想钓鱼，就一定会告诉你鱼饵在哪儿，不然怎么钓？我跑不快，出去就是送死。如果有宝箱，刷新在附近，我尝试抢一下，远的就算了。我也不出去。行，我是要去的。如果有冰树靠近，跑不掉的时候，抓一把地上的枯叶，点燃往旁边扔，它会停下来处理火源，你就有时间逃走。好，我等下就提前准备些枯叶。莉迪亚，你往东南方向走。将来姐姐说那边有池塘，就算抢不到宝箱，往水里一跳，冰树不会发现你。好，那就出发吧。宝箱刷新倒计时1分钟，倒计时结束，宝箱已投放，领取倒计时3分钟。这么显眼，还真是生怕玩家发现不了。这里还刷新一个，没人，我是第一个到的。这宝箱温度比人体还高，本身就是个热源，当靶子用的。好家伙，还真是钓鱼钓的明明白白。来不及看了，先跑。比我慢这么多还好意思来抢宝箱啊，蠢树！那边还有一个宝箱，离得不远，去看看。放手！还不是扛不住老子的拳头！鬼翼来了！看来这就是宝箱里的道具，有意思。这树全靠热量驱动，只知道攻击温度最高的宝箱，反而把人放走了，倒是便宜我了。东西到手了，撤。3分钟倒计时结束，未领取宝箱，收回。不好，热源没了。不行，只要身上还有温度，他就一定会死咬着不放。现在的情况只能用变身卡了，这位置刚好能掩护我。使用。他是在试探我，我应该模仿他们的反应。这么紧张战利品，看来冰树之间也是有考核啊。这么说，我也得找个尸体带着，看起来更真一点。现在去莉迪亚敦后的方位看看，看看他那边有没有顺利得手。吓死我了！我刚才都不敢呼吸，吓死了！看见安神变身松了一口气，冰树没走还试探安神，又吓死我了！看到安神机智化解又松了一口气，我的老天奶，过山车都没这么刺激！现在我能像冰树一样感知温度，这池塘水温很低，活人的体温藏在下面，确实能把热量隔绝的死死。上帝保佑，让这树快点走开吧，千万别发现我！啊，忘记了，从他们的视角看，我是冰树的形态。这枝条扯不断了。这树没下死手，为什么？林，我的上帝，居然真的是他！这姑娘又给我把卡 bug 当卧底了！琳娜，快别憋着了，赶紧出来！这是林，穗安，我刚刚在池塘边上抢到了一个宝箱道具，叫真名之书。只要打开书，默念诡异的名字，就能短暂命令诡异一次，可以限制行动，也能指挥他去指定点。那你试过了吗？我试了一些名字，树、冰树、怪树、诡异树，全都没用。这玩意儿难道不是树，还是叫别的什么？难道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本名？是不是用本名试试不就知道了？穗安，你的意思是让莉迪亚打开书，叫你的名字？我不同意。林，你是我们几个里战斗力最高的，现在你变成了树的形态，万一真名之书对你起作用，你会不会被判定为靶子，被其他兵属围攻，或者触发游戏系统的同化，把你变成真正的诡异？确实，我们承受不起这个后果。对，这太危险了。稳妥一点也好。对了，我刚刚还有2个道具没来得及看，说不定能跟真名之书配合使用呢。破损的令牌，没用的垃圾。游戏为了凑足3个钓鱼的诱饵，连这种报废的东西都敢往里塞。窥金球，窥探诡异生前最深刻的记忆，那名字可以看见吗？这个圆球可以看见诡异的记忆。我的天哪！如果能直接翻阅他们的记忆库，那我们不就能100%精准白嫖到这群怪物的真名了吗？可行，
只要穗安把真名带回来，莉迪亚就能用真名之书把这片林子里所有的树妖全调成挂机模式。反击的时候到了！你们继续藏着，我去试试。我跟你一起去。我喝过速度药剂和力量药剂，我的移速目前是全队最快的。就算遇到致命危险，我也绝对有能力逃走，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只要你一拿到名字，我可以立刻用真名之书控场。你带上我吧，我不想一直躲在你的身后，我想和你并肩战斗。我也想带上你啊，但是我目前是树的形态，诡异并不会主动攻击我。如果带上你，反而会加我的行动风险。对哦，莉迪亚，你还是跟我们在这里躲着吧。法克，我把这茬给忘了。离，注意安全，我们在这里死等你回来。使用。送锦书，送锦书，送锦书！他是龙国之前牺牲的玩家，赢过，活过，成为英杰，然后继续上场拼命。这游戏到底有多恶心？让英杰变成怪物，再去追杀同胞。宋锦书是第23轮的玩家，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死掉的玩家变成了诡异。老大，第23轮是20多天前宋锦书阵亡。不用说了，我记得每一个死在游戏里的龙国玩家。宋锦书第23轮幸存者，第26轮为国阵亡。这46轮游戏下来，为国而战，死在里头的龙国好战士又何止锦书一个啊！46轮游戏，龙国选中的玩家一共13人，12人已经牺牲，每一个没回来的都是这个下场吗？陈诡异被投进下一场游戏去追杀自己的同胞。虽然大佬，你终于回来了！莉迪亚，虽然回来了！宋锦书，诡异的名字叫宋锦书。宋锦书，这是龙国人的名字吧？那棵冰树诡异的名字居然叫宋锦书，他们生前以前全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吗？宋锦书，成了！虽然书上有反应了，上面写着已锁定，可下达强制命令。林，我们要下达什么命令？灯，先别用，留着保命。对啊，游戏时间快到1个小时了，按照之前的规律，游戏估计很快又会有新动作。最后阶段更危险。所以虽安的意思是，好东西得留在最见效的时候用。没错，这个一定管用的强制命令是我们的底牌。对了，虽安，你看这边。刚才你去找冰树的时候，我们把你的坑扩建了，在里面塞满了干草和枯叶。等会儿如果这附近又刷了宝箱，或者是冰树大范围找过来，我们跑不掉的时候，我们就把底下的这些干草直接点燃，拖延时间。这干草填的确实实诚，要真点着了，绝对是个超大号的干扰标。管用就好。全体玩家请注意，3分钟后将再次随机投放宝箱3个，宝箱保留时间3分钟，超时未领取宝箱自动回收消失。友情提示：最后半小时抓捕将全面升级，没有道具将九死一生。这不就是告诉玩家不拿道具就得死？这破游戏不仅要钓鱼，还要强制逼玩家出来拼命。虽然抓捕升级了，我去抢道具，我也去。太危险了，我还是在这里继续躲着。我也是，免得给别人送人头。方圆20米内没有异常高温的热源。2个活人，速度很快。看我怎么吓唬你们！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蹲箱子？我换。这里是起始点，1分钟后宝箱绝对落在这里。你不要命了！箱子一旦出现，你难当着那怪物的面墙？你还不懂吗？诡异找人全靠热量感应，我们躲在这儿，他发现不了我们。箱子落地，诡异攻击发热的箱子，箱子一开，道具掉落，我们冲出去拿了就跑，他根本不会回头追我们。这能行？只能搏一搏了。国家的消息说有箱子在的时候，诡异优先攻击箱子。况且不拿道具，后面半小时抓捕升级，我们还是得死。倒计时结束，宝箱已投放，领取倒计时3分钟。又是读秒，我还得继续演这种毫无理智的诡异戏。你看他的力气，真的没发现我们还是撤吧？撤个屁！等他把盖子掀开的那一秒，我们直接冲！上去抢！那怪物没攻击我，你推老子干什么？拿我当诱饵？失误，我太紧张了，手滑没收住力。你看，我没骗你吧？诡异只要被箱子吸引，根本不会管身边的活人。赶紧的，趁他现在顾不上，我们去抢。
你快上啊！我给你望风。你大爷！上次推我那一把还没跟你算，别墨迹了。他没反应，你看箱子散发的高温还在，我现在只需要维持住暴力、无脑、诡异的人设就行。情报是对的，诡异就追热源，快看看宝箱里有东西吧。空的，不可能！不信你自己看。不好，要是真冰术看见2个活人不被攻击，我的身份就暴露了。祝你们好运！那棵树没打算杀我们。什么？这东西攻击偏好全在宝箱上，距离宝箱收回还有不到2分钟，我要最后拼一次。疯了！现在是2棵树，就算你抢到了，抢完你往哪儿跑？2棵同时追你，你有几条腿？他们不杀人。你爱去去，我反正不会去送死。再试一次，最后一次。箱子只是诱饵，真冰术怎么可能不杀人？3分钟倒计时结束，保留时间已过，未领取宝箱收回。降温了，他去的方向是池塘，不好，温度一降，水里的人扛不住低温，迟早要出来。这游戏真的在增加难度，我得比他们先到。还好莉迪亚不在。等等，池塘底部有2个人。不行，又有几棵冰树来了，再不走我要被识破了。但水里还有人，我走了，不是摆明了说老子不对劲吗？怎么办？等等，我还有个道具没用。道具名庄周梦蝶，契约后栖息于契约者身上，可抵挡精神层面的攻击，每轮游戏仅可使用1次。这道具能制造梦境，对诡异有用吗？他们变成诡异之前都是人，是人就有记忆，但做不做梦只能赌一把。契约，使用庄周梦蝶。这群树妖生前都是为国战死的英杰，既然物理攻击破不开他们的防御，那就用从亏丁球里白嫖到的那段最深刻的记忆，送你们一场美梦吧。游戏已经通关了，你们都活着回去了。看啊，我们身后14亿同胞都在等你们回家。心理战术成功，这群大木头真的卡进剧情里了。趁他们在做美梦，赶紧溜！怪物全定住了，赶紧跑啊！这么一会儿就已经结霜了，他们几个在坑里不会冻僵了吧？虽然大佬，你可算回来了，冷，太冷了。刚才金色宝箱一消失，这林子里的温度就开始直线下降。虽然这就是系统刚刚播报的搜捕机制全线升级吗？对了，虽然你看。我们拿到道具了，系统说这叫守护项链，可以100%帮持有者强行抵挡10次致命攻击。这温度要是再降下去，不用等那群大木头开启第2阶段搜捕，姐们辛辛苦苦养肥的这3个工具人就得活生生全冻死在土里。点火，这群冰树是靠热源锁敌，如果在抓捕规则没变的话，这么大的火堆，怕是会像黑夜里的火炬一样刺眼，恐怕10秒内全地图的冰树都会被引过来。奇怪，周围一片深蓝，居然没有怪物过来。懂了，看来和之前的副本一模一样。系统给的坐标优先级最高，在坐标指令没完结前，他们不会随意行动。莉迪亚，宝箱。别提了，随安，池塘那边压根没刷新第2阶段的奖励箱，我怕出事就先回来了，真名之书也没来得及使用。哦呵，看来那边的倒霉蛋死绝了，接下来是要来抓我们了，那可得赶紧跑路。本轮躲猫猫，剩余通关时间5分钟。怎么不跑了？大爷的，四面八方全是追来的冰树树妖，我们被包围了。西南方向只有1棵冰树，强行冲击这个方向，应该还有希望。大爷的！怎么偏偏是宋锦书？发现猎物，他们还活着，是同类，他在保护猎物。没办法了，管你是不是曾经的英雄，挡我道的全得死。他不是同类，他是伪装者，他在救猎物，抹杀！糟了，被识破了！别在地上当死狗了，跑啊！莉迪亚，把那本该死的书给老娘掏出来！快叫名字，给老娘命令他，让他拦住后面的怪物！宋锦书，我命令你转身拦住所有怪树，拦住他们！判定成功，强制命令生效。我操啊！我真的泪崩。宋神死了，也依然在副本最前线守卫我们龙国。哪怕变成了没有理智的怪物，系统也抹不掉你刻在骨子里护卫同胞的本能。宋姐姐，敬礼！垃圾游戏，剥削英雄的死后价值，你们到底有没有底线啊？等一下。大家快别哭了，快看大屏幕最上方，右边那几棵围攻的冰树，有情况！哦吼，整整6棵冰树诡异，居然集体反水，加入了宋锦书的阵营。我操！我想起来了，那6棵反水的冰树，不就是刚刚在水潭边上被安水英杰归来梦境强行造梦卡死机的那6棵树吗？调取录像，分析行为节点，记录造梦道具的触发反应。老大，
数据已全部截取完毕，无一遗漏。好了，别绷太紧了，这轮地狱游戏终于快结束了。副本结束倒计时10、9、3、2、1，猎杀时间到。本轮躲猫猫结束，存活玩家7人。恭喜各位玩家通关魔鬼森林副本，现在抽取游戏奖励。恭喜毛熊国玩家利迪亚抽取 A 级奖励破节断刃。恭喜米国玩家亚历克斯抽取 S 级奖励安全屋粉笔。S 级，老子抽到了 S 级，听到没有？米国才是上帝的宠儿，老子从今天开始就是 S 级道具持有者。瞧他那没见过世面的土逼一样，搞得好像除了岁安大佬，别人就没见过 S 级似的。马克欧耶 S 级，我们伟大的米国玩家亚历克斯也抽到神级道具了。爸爸，龙国的气运到头了，你们不再是这个副本里的独一份了。安全屋粉笔 S 级逆天道具，亚历克斯才是蓝星真正的天选救世主。笑死爷了，你们是不是忘了我安神上一轮抽到是什么？直接随机清除龙国一整座大区的全部诡异，一整个省啊！你米国那个破粉笔能特么有这威力？我的 S 级道具可以在接下来的副本画出一个绝对无敌的安全防御屋，可以同时无条件庇护3个人免受任何诡异的抹杀，羡慕吧，弱鸡们！恭喜龙国玩家林穗安抽取 S 级奖励全体国民阳火加10。我的老天奶啊！我眼睛没瞎吧？3轮游戏3个 S 级奖励，这他妈是真实存在的吗？兄弟们，这个全体国民阳火加10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属性？刚刚那个叫嚣的米国键盘侠呢？怎么不叫唤了？检测到龙国玩家林穗安抽取阳火属性道具，现在正式强行开启龙国专属玩家及全体国民个人属性面板。全体龙国公民自即刻起，皆可通过意念自主查看自身的身体属性。这又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每个人身上皆生有3把无形阳火，只要3火旺盛，凡人亦可肉身驱鬼，灵魂镇邪。这破系统怎么也写错别字啊？什么意思嘛？全是乱码信号。我真的有了！刚刚系统刚说完，我心里随便想了一下开变版，脑子眼前就真的凭空弹出一块屏幕啊！我也弹出来了，我的天灯元神火那一栏后面真的有个金灿灿的加持小尾巴，我感觉我现在浑身热得冒汗，老皮是炎瞬间都通气了。巨火好像3项分别加了3、3、4。老大，就在刚刚1秒钟前，全体工作人员均已弹出属性面板，数值因人而异。立刻汇总所有人的面板数据，按岗位分类，交叉对比。是。等一下，老陈，你先回来。游戏说3火旺盛，凡人亦可肉身驱鬼，镇压妖邪。如果在现实里找到批量提升阳火的办法，那些被诡异入侵的地区，是不是？我刚才也在死死琢磨这档子事。如果阳火数值足够高，是不是可以强行开拔进入诡异入侵的核心重灾区？查，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查到提升阳火的方法。老陈，立刻联系各区，秘密统计驻扎在诡异入侵区的守卫者，对比后方平民数据，找出规律。明白，老大，这就去办，保证完成任务。这丫头真是每一次都能带回来希望啊！恭喜各位玩家，1级副本全部通关，10日后将开启2级副本。你在开什么玩笑？46轮游戏，全蓝星死了几亿人，那么多国家灭国，搞了半天，这他妈才只是1级。那10天后的2级副本，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人间地狱？本轮被诡异抓获的玩家及所属国家将在15分钟后迎来诡异入侵，获胜玩家奖励已发放至所属国家。游戏退出倒计时10秒。将来姐姐，安安，你辛苦了。不辛苦，姐姐你看，这次我一丁点伤都没有。对了，姐姐，给我这轮实力不够，没办法把活生生的宋景书从系统里抢带回来，我只能带回这个了。安安，谢谢你把他带回来。哎呀，你别哭了，我以后在2级副本里继续找 bug， 看看能不能把大家都从游戏里带回来。真的，谢谢你，老陈。把这节枝条送到科研部，提取上面的物质成分，看看能不能找到逆转诡异化的线索。是。姐姐，我饿了，我想吃肉。走吧，姐姐带你去特级食堂。后勤的师傅这回把压箱底的本事全使出来了，专门给你准备了一桌满汉全席，全是好吃的。那有甜甜的拔丝地瓜吗？有肥瘦相间的大块红烧肉吗？有，全都有，管够。师傅还说他改良了配方，比之前的还好吃。好耶！慢点吃。将来姐姐，我觉得好奇怪，宋景书是怎么变成树的？树里没有灵魂，但窥金球又证明这树就是他，那他的灵魂去哪儿了？穗安，你说什么？我说灵魂。第1轮游戏红衣诡异，我能看在他身体里面有灵魂，可这次冰树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灵魂，没有意识，是个干干净净的空壳。那窥金球看到的那些记忆呢？升级、敬礼，记忆和鬼魂是2回事，记忆可以刻在物质里，就像把一段录像刻进光盘一样。你的意思是，冰树只保留了当年那个人的记忆痕迹，但真正的灵魂已经不在了？不知道，可能游戏把他们的灵魂和身体拆开了，但我确定的是，庄中梦蝶起作用了，梦境让6棵冰树反水了。对，如果冰树纯粹就是游戏系统造出来的怪物，那梦境对他们应该毫无效果，但偏偏那6棵树妖在最关键的生死时刻停住了，甚至违背了系统的抹杀指令，反手帮了你，所以里面一定有东西，但我又看不见，这才是最奇怪的地方。长话短说，这次连夜把各部大佬召集过来，是为了全盘研判安安从2级副本前夕带出来的核心属性阳火。我们将数据汇总，交叉对比，明确发现入侵区守卫者的3火均值，肉眼可见的明显大幅度高于大后方的普通平民。最高的队伍3火均值总和51，最低是北方第3安全区的老年居民，平均12。有没有低于10的？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重症监护室的长期昏迷患者，最低有4的。所以，经过我们智囊团的初步交叉对比论证，阳火数值和身体状态、精神状态、职业全部存在关联。简单点讲，身体越强，精气神越足的人，3火越旺。那诡异入侵区的边界上有没有做过测试？比如让高阳火的人试试能不能进去？没有，
风险太大，我们不敢拿人去试。但有一组数据值得注意。根据现有数据反推，第一个被诡异入侵地队的百姓阳火中值最低，第二个赤字。也许诡异入侵不是随机的，阳火低的区域优先被入侵。那反过来说，如果阳火够高，是不是就能把诡异挡在安全区外面？这个思路对，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数值，我们得摸清楚多少阳火可以挡住诡异，多少会被侵蚀。这是长期工作，我已经安排下去了。现在我们说说2级副本。之前1级本的准备期大多都是1天，最长是3天，现在给了10天。如果时间能和难度挂钩，那说明2级副本难度至少比1级高3倍。1级46轮，全球2/3以上的地区沦陷。2级打多少轮，没人知道。还有那个额外抽人的规则，有些国家只剩1、2个区了，2个玩家进去1轮全挂，直接全盘被入侵。姐姐，2级副本开启之前，我想回一趟医院。安安，慢一点。小红，马叔叔，乔姐姐。安安不在，3个都不在，会不会去别的地方了？不会，马叔叔说过，他走不出这栋楼，小红也是。乔姐姐倒是能出去转，但她不爱出去，嫌外面脏。他们有活动范围，每个人不一样，有的只能在一个房间里，有的能在1层楼，有的能在整栋楼。但现在他们全都不见了。安安，你之前提过，韩医生说有些灵体出院了，他们仨会不会和之前那些出院的一样？不知道，之前每次我问韩医生，韩医生就说出院了，不让我再提。之前我们搜过很多轮，没有什么线索。姐姐，你快过来。这里没有字啊。有，就在这写着302的火不能灭。姐姐，你真的看不见吗？或许这是韩医生用了某种方式，留下了一条只有你才能读到的信息。302的火，阳火。昨天的 S 级奖励，游戏说3火旺盛，可驱鬼镇邪。302的火不能灭，302是你的房间。韩医生在说你的阳火不能灭，可是韩医生在属性面板出现之前就消失了。如果是他刻的，那他对阳火的了解比我们所有人都早。没有别的了，那个每天逼着我吃双倍白药片的韩医生身上藏了太多秘密了。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放心吧，安安，我们会找到他的，到时候一切都会有答案的。姐姐，我想去诡异入侵区看看。你去那儿干什么？我好奇啊，我还没见过现实里的诡异长什么样，还有诡异入侵游戏为什么会给15分钟撤离时间？人都撤走了，诡异在入侵什么？安安，别胡闹，你的安全是全国最高优先级，不能有一点闪失。姐姐，如果不去看看，我怎么知道怎么打他们？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我亲自陪你去。这就是被吃掉的地方。这是缓冲区，洛城3年前被迷雾吞噬，我们在边缘退后50公里建了防线，里面才是真正的入侵区。情况怎么样？报告老大，和往常一样，雾没退也没过线，但这几天一到夜里，屋里老是传来些动静，瘆得慌。带我们上观察塔。是。我们试过用望远镜观察，但里面具体是什么状况，依然看不见。我看看。不对劲，不对劲。安安，你发现什么了？他们在看咱们呢。安安，你是说诡异也在看我们？对啊，排成排站在边缘往外看，全员盯着边界线。难道是入侵前兆，还是他们在企图打破雾墙？姐姐，这是第几个被吃掉的安全区？第6个。那别的重灾区呢？里面的脏东西也全都在扒着雾墙看吗？不知道，除了你，没人能看见屋里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信息。我想去看看最后一个被吃掉的区，看看那里的诡异和这里是不是一样。最后被入侵的区域是南怀区，离这1000多公里，开车过去大概1天半，但沿途会经过另外3个入侵区的边界线。那我们干脆把所有能开过去的入侵区都瞧一眼，这样更准确。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遇到突发情况，现有的人力不够护驾。老陈，你带资料立刻返回指挥中心，继续推进阳火数据的对比实验。我陪安安走这一趟。这怎么行？你要是有个3长2短。这是命令。是。安安，南怀这边的怪物和其他地方的一样吗？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我之前以为他们全扒在雾边上往外看，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吃光了，饿极了，所以想出来找吃的。可这里从被入侵到现在，连半个月都没有，里面的东西再少，也不至于10几天就吃得一干二净吧？这是正常的。入侵前有15分钟撤离，诡异正式降临的时候，南怀早就成了一座空城，几乎没留下一个活人。他们找不到吃的很正常。姐姐，谁告诉你那群脏东西只吃活人的？啊？他们不吃人还能吃什么？吃的是生机啊！活人是生机，地上的草难道就不是命了？山里的野驴，河里的王八，天上的飞鸟，哪个不是生机？这全是被吸干了生机的结果呀！老大，不能再往前了！慌什么？我只做个实验。好了，停吧。将来姐姐，睁大眼睛看好喽！这不是简单的物质腐败，这是整个生命本质的生机被那堵雾墙强行剥夺抽干了。不好，赶紧掉头回防线！老陈，我在。马上给我调取所有缓冲区守卫者的属性数据，重点对比他们近1周的3火变化。老大，出了大事！最近7天，所有前推值守的岗哨士兵体内的3火属性全部出现了断崖式的严重下降。老陈，立刻动用智囊团所有的超级计算机分析数据，给我死死找出3火属性不再下架的安全距离临界点。红线一出来，命令急后撤到红线之外。是。安安乖，你好好吃饭。南怀那边全军后撤调防，还有一堆事要姐姐处理呢。将来姐姐，你别骗我了。其实大家平时每天都在喝那种没有任何味道的合成营养配液，对不对？安安，战略配给是后勤的事，你不用管。我已经知道了，各地都缺粮，那么多人都没正经饭吃。姐姐，我一定会好好闯游戏，一定会让大家都吃上饭，吃上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到的。我们都相信你。所以，姐姐，今天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一个人吃太无聊了。好。好耶！师傅，快给老大加一副最好的碗筷。确实涨了0.1。记录员，把我的数据变更记下来。是。小江，你到底怎么做到的？我什么都没做，唯一和往常有区别的是，昨天和安安一块吃了饭。饭？对，我和往常的区别就是昨晚和安安一起吃了一顿正经饭。饭？你指的不是营养补给液？不是，昨天受安安邀请，我在食堂用了一次正餐热食。对，我们吃了红烧肉、大米饭、小鸡炖蘑菇、豆芽黄瓜，还有汤。对呀，天道昭昭，能量守恒。这血淋淋的15年，为了能在被核污染的土地上保住几亿人，我们推行了用营养液替代3餐的办法。我们骗过了肚皮，骗过了饥饿，但唯独骗不过能量守恒定律。营养液提取了全部的化学机能成分，能维持活命，但里面没有任何生机。整整15年没尝过五谷，身体里的那3把阳火早就被生生熬成了死灰，所以身体素质才会一天不如一天。参谋长，如果要强制恢复全面正规级天然物质配组发派，咱们的总量粮仓底蕴能硬扛几个月？老陈，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的自乱阵脚。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的孤立样本作为参考，样本数据太少，还不足以让大后方全面更改国策。老陈，立刻从边防旅中抽调2个100人特种方队，一组为高阳火值，一组低阳火值。自今日起，断掉他们的营养液，每日强行供应1餐最顶级最干净的天然大米。24小时监控，我要看到铁证如山的数据增幅。是。安安，这轮是双玩家机制，进去后别急着开荒。龙国的新选定者一落地，绝对会用最快速度呼叫你。但记住，2级副本谁也没走过，万一情况不对，先保你自个儿。放心了，江妈妈，我属猫的，9条命呢。欢迎来到第47轮全民躲猫猫。本次副本为2级副本暗夜商场，躲藏时间1小时，猎杀时间6小时。被抓者死亡，其国家将有1个地区遭受诡异入侵，存活者将获得奖励。躲藏时间从15分钟直接翻了4倍。游戏系统这次玩的挺脏啊，给这么长的时间准备，要么是这大楼里藏了什么致死规则，要么是这回正常抓人的脏东西移速快到了不当人的地步。猎杀更是生拉到6个小时，抓捕者不把这副本的每一块砖头翻开才怪。报告，新参赛者已确认，鲤鱼3火属值22、22、22。去他大爷的狗屁游戏！居然又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这特么是2级副本，要在里面玩命躲6个小时，这不是送死是什么？这垃圾游戏真是一点出生底线都没有了。江姐姐说进来会有人第一时间联络，不过人这么多，
万一是个缺心眼的错过了。安神！安神，鲤鱼，奉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式向安神报道。系统居然强行抽个女生进来送死！2级地狱本让小姑娘闯，这游戏背后的主宰当真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你们几个老外别看扁人，广播说了，现在蓝星世界全靠我和我安神拯救了。难道他也是隐藏高手？龙国人都这么疯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的龙国语言还得继续学。好了，既然人齐了，那我们就进去吧。哇，居然是一座真的商场！哇，这就是游戏吗？看起来好大啊！同志们，闻到了没有？什么？美味的食物啊！我闻到了甜甜的香味。那是蛋糕。走走走，我们快考察一遍副本。游戏是好人啊，给我送正经商场来了。安神，那这大商场里面除了蛋糕还有什么别的宝贝啊？多了去了，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玩的。小工具人跟紧了，今天姐带你好好长长见识。墙后有10只猫，这轮的诡异是真猫猫吗？安神，怎么了？你们有谁养过猫吗？我小时候在西伯利亚的外婆养过2只。我年轻在远东当兵的时候，也收养过一只流浪的。我没养过。安神，你呢？我在青山医院天天被关禁闭，上哪儿养去？你们2个懂行的说说，猫这玩意儿有什么核心特点？可爱、好撸，还会喵喵叫。我说的是战斗属性，身手极其敏捷，神经反射速度快，弹跳力堪称恐怖。最重要的是，它们是天生的丛林猎手，极有耐心，而且非常会审时度势。还有就是变态的听觉和嗅觉。在老家，只要你轻轻弹一下猫罐头的铁盖子，哪怕隔着3道门，它也能在3秒钟内疯了一样狂奔过来。这就对了，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轮2级地狱本强行进场抓我们的大 boss 就是这10只猫了。猫？你说抓捕我们的猎杀者是猫？这怎么抓捕？是正常猫还是诡异猫？得等游戏开始后才能知道，不过大概率是有特殊能力的。如果非要说弱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懒了，一天能睡20个小时，但这对我们逃跑也没啥用处。慌个锤子！游戏再不做人也会有一线生机，就算没有生机，我也能杀出一条。走，先去宠物店抄家。好。如果那10只怪猫待会儿来抓我们，按照猫的逻辑，他们会怎么做？安神，我知道，猫是夜行动物。游戏说这个副本叫暗夜商场，这里会不会突然大断电，变得一团漆黑啊？我操！大断电，在一片漆黑里被10只开了挖的猫妖追杀6个小时，这破游戏到底还给不给人类活路啊？小鱼儿聪明，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咱们待会儿的首要战术是必须先去找大量的照明设备。我记得科普书上说，猫科动物最讨厌强光直接暴晒了。每样就给1件，这么精打细算，说这里没有蹊跷，谁信啊？鸡肉罐头对小猫拥有绝对的吸引力，可吸引猫猫10分钟。呀，还真是官方给发的专属福利局啊！安神，我刚拿了一个这个，游戏给我弹出了提示，说猫薄荷对小猫拥有强烈的吸引力，可让猫猫上头半小时，这是什么意思呀？我这儿也有。3文鱼罐头对小猫拥有绝对的吸引力，可吸引猫猫10分钟。林，我这也是。不过如果停止摇晃，猫就会立即清醒过来。你说我要是拿着逗猫棒逗猫6个小时，是不是直接通关了？你能陪诡异猫高强度玩6个小时？我吃了力量药剂，也许可以挑战一下。这些道具是这局的通关关键，但外面的傻子们现在还不知道抓捕者是猫，这宠物店没人管，咱们直接抄了他。叫得快点了，一会儿等场外连线开启，别的国家肯定也会反应过来，到时候就该来跟咱们抢了。那还等什么？给我全部翻空，一粒猫砂都别留下！哦吼，还有意外收获，10只猫怪的能力都在这儿了。玄猫，暗影前行能100%融入任何阴影。橘猫，速度强化，移速比蓝星上的猎豹还要快3倍。大梨花，幻术迷惑，眼睛能发光制造精神幻觉。三花猫，声音模仿，能模仿你们爹妈或者任何队友的求救声，引诱你出动。这他妈哪里是普通的猫，这分明是一支高配的诡异特种部队啊！老大，快看，最后这几只的配置更超标，银渐层心灵感应，它能跨越障碍物，精准捕捉到附近玩家产生的害怕、兴奋或者绝望的情绪变动。在他面前，恐惧就是最大的信号源。这下安安他们危险了。缅因猫身体钢化，刀枪不入，
虎斑毒爪麻痹，布偶回血，经渐层100%隐身。10只猫，10种能力，这才叫真正的地狱级躲猫猫。安神，哪只最难缠？先对付哪一个？最麻烦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他们会不会玩配合。配合，10只猫各抓各的是单选题，如果组队，那就是送命题。你觉得他们会组队？不知道，游戏没手软过，我往最坏想。那我们怎么办？如果他们敢玩战术配合，咱们就用道具克死他们。小鱼儿，把激光笔全顺走，这玩意儿能亮瞎他们的钛金猫眼。安神，咱们就算把道具省着用，满打满算也绝对撑不过整整6个小时的猎杀时间啊！剩下的时间怎么办？小屁孩算数挺好，但谁告诉你这大商场里只有宠物店给发低保道具了？走，姐妹儿带你去楼下抄家，顺便填饱肚子。该死的，一点不留！墙头头灯持续照射可令猫产生短暂视觉不适，效果持续照射期间有效。好东西。荧光棒微弱光源无法对猫产生威慑，但可用于标记路线。这个没啥攻击力，标记路线也有用，反正能拿的都拿走。手感不错，万一跑不过，试试这个能不能当武器。安神，好香好香！姐姐们，这商场里有正经大米白面，你们谁有掌勺大厨的隐藏兼职？我只会吃西伯利亚红肠。我连龙国话都说不利索，更别提龙国饭了。虽然全蓝星吃营养液都吃了整整15年了，我现在估计连盐和砒霜都分不清。安神，你会吗？姐们要是会做饭，还会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天天吃猪食。不过大米饭做不熟，现成的工业糖水和高热量甜品，1楼大厅可到处都是。下楼抄了那几家网红奶茶店。不用做，现成的，同志们，干饭回血。好喝，这才是阳间人该喝的东西。哇，好吃！我安神，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切好的水果，一筐橘子。问你个冷知识，猫最讨厌什么水果？橘子，味道好冲。安神，猫咪真怕这个。就是要这个味儿。虽然这个没有道具说明，游戏道具每种只有1件，但橘子不是道具，它是食材。全包了，全包了，只要皮，果肉你们自个儿分了干饭。忍着，大块的留着，碎的也别扔。虽然这没有系统判定的普通橘子皮，对那10只开了挂的特种猫妖，真的有克制效果吗？不确定，但猫的嗅觉是人的几10倍。我们闻着冲，它们闻着要命。你的意思是把橘子皮当武器？不是武器，是屏障。这不是杀伤武器，这是天道免疫屏障。猫的嗅觉系统是咱们人类的几10倍，这味道咱们闻着冲，在它们的变态神经里就特么等于往鼻子里直接塞芥末一样命。只要咱们每人登山包里带够大量的橘子皮，在每一个藏身点的核心死角铺满这一圈，那群怪猫的鼻子就会先于他们的眼睛和系统指令，硬生生警告他们这里是禁区，别过来。安神，这能帮我们硬扛那群怪物6个小时吗？小工具人，做人不要太贪心，2级本的底细咱们还没摸清呢，我们也不用靠它拖6个小时，只要能让猫犹豫退缩几分钟就够了。我全身都是橘子味了。好事，接下来大伙儿跟我去隔壁的香水柜台扫货，凡是相似味道的香水，柑子调、橙花调、柠檬调，只要气味够冲，全给老娘装包。再去找几个空的喷雾瓶，把橘子汁给我强行挤进去。抄化妆品店这活儿交给我了，老娘在以前对这玩意儿最熟。林，只剩最后15分钟了，咱们分头行动，速战速决。成，工具人们，速度开拔，跟狗系统抢时间喽！我记得猫都是喜欢爬高的，是吧？虽然你觉得猫会占据高层？如果我是那几只畜生，我就会占领3楼，视野最好。所以，开局阶段3楼谁去谁死，咱们暂时在低层开荒。那安生，咱们藏哪儿？
看见我了。不对，他感知到了我。心灵感应，这只雷达猫居然提前开工了。等游戏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你要记住一件事，绝对别怕。在脑子里想红烧肉，想大米饭，就是不许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明白吗？安神放心，小鱼刚才就说过了，我妈是锦鲤，我身后还有安神罩着呢，我不怕。躲藏倒计时10分钟。香水都在这儿了，还有这个，干得漂亮！走，去2楼。莉迪亚，从玻璃门开始往外3米全覆盖，全方位无死角喷香水，再撒一层橘子皮地雷。好。谢尔盖，用你的登山杖里把所有的通风管道、天花板、检修口全部排查一遍，任何能藏污纳垢、钻进小动物的死洞，全给姐们翻出来。丽娜，去合金内仓货架，看看还有没有强光手电和蓄电池灯具。我现在就去。小鱼，店里每个货架翻一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道具，不管是什么，只要游戏弹提示的，全拿过来。收到。我小时候去过商场，记得很清楚，有负1层，停车场、超市、仓库全在地下。这个商场导览图上干干净净，没有 B1，没有 B2，连电扶梯、电梯也没有地下按钮。是游戏副本只设计了3层，还是被隐藏起来了？零，找到了。这角落里有一个隐藏的天花板通风管道口，这尺寸成年人绝对钻不进去，但猫一定可以。把多余的备用登山包全给塞进去，死死堵住。外面再给我死死绑一圈橘子皮和进口香水的抹布，用味道熏死他们。高能防爆灯，亮度能量下狗眼，还有这卷反光贴是我从隔壁眼镜店暴力拆迁送过来的，保证直接让他们变成睁眼瞎。行啊，大妹子，开始学会自我进化了，就按你说的办。门口处理好了，3米范围全喷了，橘子皮也丢了一些。通风口堵死了，能做的都做了，开局后看变化，随机应变。好，明白。拉卷帘门，关玻璃门，只开一盏灯，另一盏备用，可能断电。所有人控制声音，呼吸情绪。躲藏倒计时10、9、8、7、6、5、4、3、2、1，1小时躲藏时间已过，抓捕者正式进场。各位玩家，祝你们死得愉快。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条街上的街霸混混，大晚上开着双闪在组团巡街呢。老大，那只银渐层开启心灵感应，他锁定的坐标已经确认，1楼东侧名贵珠宝店，躲藏者为枫叶国唯一的参赛选手阿尔北。银渐层走过去了，这就是心灵感应的恐怖之处。只要那个阿尔北脑子里的恐惧情绪还在波动，在他的感知雷达里，他就是个活生生的探照灯，根本藏不住。通知各位蓝星玩家请注意，由于当前商场主供电系统发生未知故障，系统现在需要强行断电重启，请全员立刻离开藏身点，到1楼中央大厅集合。重复一遍。这个声音和游戏广播一模一样，语调、节奏、回声的混响感复制的分毫不差。这小畜生还懂得利用官方声音来强行降低玩家的警戒心，这哪是猫啊，这是高智商诈骗犯啊！你们刚才隔着门听到下面在喊什么了吗？好像有声音，但隔着卷帘门听不太清，像是广播，模模糊糊的。那是三花猫，它刚才模仿了游戏的广播通知，一模一样。距离近的人听得清的话，也许会信的。系统重启，到大厅集合，难道不用死了？太好了！阿尔北，发坑别开门，绝对不许动那扇门！门外根本不是什么官方的游戏通知，那是诡异猫妖的引诱。什么？龙国情报，猫特殊能力，店铺特殊道具。喂，项链是道具吗？戒指是道具吗？手镯是道具吗？到底什么是道具啊？来了，第二只开始施法了。这大梨花的瞳孔开始发生不规则异变了，原本金黄色的红墨深处居然出现了一层淡淡的流动的彩色精神纹路。他是在施展他的幻术迷惑能力。看来这种艺术施展需要怪物消耗极大的精气神进行专注集中。有意思。安神，怎么了？没猜错的话，这轮抓捕者的能力也和之前的诡异一样，有冷却时间。理论上是这样，但目前还有很多猫没施展能力，谁也保不准它们有没有不受法则限制的被动技能。而且，那只银剑葱现在正四处感应呢，你可能只是稍微心跳快一下，就会让他们盯上我们。哇！安神，快看！那个躲在里面的枫叶国大叔，他自己走出来了。不是他想出来的，虽然看不清正脸，但他步态僵硬。这大叔绝对是被大梨花的精神幻术给强行洗脑。我怎么走出来的？居然不继续攻击了？难道他攻击有 CD？ 现在跑应该躲。我的头！我的腿！我的腿怎么动不了了？麻痹了！这猫爪子有毒！猫群围在它周围，不是这个戳它一下，就是那个扒拉它一下，不急不杀就玩。猫这种物种
贪玩天性是刻在骨子的，如果抓到一个目标都要玩够50分钟，那之前的3个小时确实不够。不过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好事。什么意思？猫在玩弄猎物的时候是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这就是我们安全期。喵，都怪你，那一爪太用力了，把玩具打死了。跟咪有什么关系？明明是虎斑的毒爪把人给毒倒的。安神，外面的猫怎么突然开始嗷嗷怪叫了？它们这是在干嘛呀？别理他们，分赃不均，正在当众吵架呢。没错，我小时候在莫斯科养猫，2只猫要是合伙把家里的耗子给玩晕了，接着就会对着耗子躯体疯狂互扇嘴巴子，一模一样。注意了，它们分散了，10只猫分成5组，和之前的怪物一样，狩猎阶段会分头行动，扩大搜索范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更安全了？它们分开来送，单挑肯定打不过你。单只的威胁虽然小了，但谁掉以轻心谁就得遭殃。目前只有奶牛猫上了2楼，在斜对面，你们注意安全。接下来不管外面传来什么声音，游戏广播、人喊呼救、敲门都不许开。记住了，每隔15分钟从门缝往外喷3下，只要大家不慌，稳住心态，那只银箭丛就绝对捕捉不到你们的位置，明白？林，你这面安排是又要一个人出去，这些猫互相能交流，现在又全员分散行动了，这是天赐的机会。我打算变成猫混进去听一听，也许能打探到一些情报。谢尔盖，把包挪开一下。商场应该还有地下部分，应该有一条消防通道可以下去才对。找到了，游戏连断电的这么讲究，居然物理拉闸。现在开闸，这商场里的10只怪物一定一窝蜂冲下来，还得再等等。这里居然有个隐藏超市，那里面一定会有线索。丽娜、鲤鱼，开门！虽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没事。等等，你们不许开门！怎么了，小鱼儿？这是穗安啊？不对，安神从来就没叫过鲤鱼，外面的是冒牌货。快开门，我有新发现，是三花猫。丽娜、小鱼、利比亚，我找到能通关游戏的线索了，现在需要你们帮忙，快开门！他在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发现自己叫错名字了，绝对不能开门，一旦开门，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丽娜，怎么不开门？难道你们都出事了？该死的诡异猫，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给你们报仇。不能开，绝对不能开门！可万一真是穗安，他去找诡异猫不就自投罗网了？安神走的时候变成了什么？猫，它变成了奶牛猫。对啊，安神是变成猫，从通风管道出去的，回来也应该原路返回，不可能走正门的。丽娜、小鱼，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都怪我被猫发现了，变身卡失效，通风管道太窄，人的身体钻不进去，要不然我也能早点从通风管道回来救你们。道具失效，好像也有这种可能啊。不开，死也不开！安神走之前特意交代了，不管发生什么，不能开门。他自己决定的事儿，怎么可能改变？更何况外面那个先是叫错名字，然后马上改口，欲盖弥彰的不要太明显了啊！小鱼，真的是我，进来前我答应过你要一起杀穿游戏的，对不对？我现在真的需要你，开门好不好？安神说了不许开门的，这门就不许开门。安神比我聪明10000倍，他说的话我听。终于走了。天哪，真没想到三花猫居然能模仿的这么像。姐姐，安神说梨花猫有幻术，三花猫的声音骗不了我们，但如果换成梨花猫对我们用幻术呢？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建议，趁着现在我们还清醒，大伙儿快拿绳子把自个儿给死死绑到离门最远的柱子上，这样就不会被控制开门了。唉，现在就算我想去开门，也过不了去了。看看我找到了什么，一间密室。没有权限。居然需要权限，那这大楼里能有权限的，不会是那10只猫吧？超市能找的都找了，就只剩那个门了。实在不行，就用尸鬼看看能不能劈开。不行，动静会很大，还是得换个思路。2楼那个卖户外运动用品的破店，门口真是臭的要死。就是喵，刚才强忍着那股子臭臭，按着提示喊了好几遍，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人不出来，你要是动用蛮力拍门，倒是能把那铁皮卷帘门给拍成碎片，但那个味儿，喵才不要过去。喵提议那个臭臭的地方让他先散散味道，最后再说吧，先抓别的。咪看行，2楼那个留到最后，反正其他地方还有好多。橘子皮和香水居然这么顶用，
三花猫的声音模仿也没骗到人，大家干得漂亮。橘猫落单了。你不跟着大部队去3楼跑来这儿干嘛？你想和你一起抓人？那一起吧，咪正好缺个搭子。喵，喵，你来听听这里面有人吗？你听不出来，咪好烦。要是2楼一直臭怎么办？咪就抓不完人了。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怂样，就算咱们真抓不完，主人最后也会亲自出手帮我们的。主人？看来他们上面还有更厉害的 boss。咪想多抓人，想让主人看到咪的厉害，好交给咪更多任务，给咪更多权限。咪才不要呢，咪天天就想睡大觉，想吃罐罐，咪才不需要那么多能力和开门权限，累都累死了。那你现在身上到底有多少开门的权限？咱们这10只猫不都只有主人给的负1层守门权限吗？怎么听你这意思，难不成主人偷偷摸摸给你发新特权了？没有，咪这不是看你最近吃的越来越胖，咪以为主人给你多发了小鱼干的特权了呢，咪羡慕死你啦！那必须的，咪在主人身边道行最深。那个权限门还是得想办法让其他猫开门，看来得回大本营，让莉迪亚用那本暗红色的古书对着橘猫的名字下达强制死令。你怎么了？咪憋不住了，咪要去尿尿，真邋遢。那你快滚去厕所，别在这儿把人给咪吓跑了，咪自个儿抓人。头顶有声音，先别急，会不会是别的猫？是虽然，对，林上次变身的时候也是这么敲的。安神，我刚刚用了窥金球，大家来看橘猫的记忆。一帆呢？他是南赛国第3轮的参赛选手，我认识他。他是我们国家的战士。地下有个超市，超市尽头有一扇锁着的铁门，需要权限才能打开。猫有权限，我们没有。橘猫的名字叫伊万娜·佩特洛娃。莉迪亚，你用真名之书命令他去开那扇门。行。等等，安神，你们打算怎么过去？莉迪亚姐姐又不会变身，走大门一定会被猫发现的。小鱼儿心思挺细啊。你说的对，现在大摇大摆出去，纯粹是去给那帮怪畜生加餐，风险太高。等什么？宝箱。不出意外，第2个小时左右，这鬼地方就会掉保底宝箱。游戏绝对想办法让玩家都出去，这个时候最混乱，那时候就是我们去负1层的机会。从大断电开始算，时间差不多过去1个多小时了。不着急，吃饱喝足，养精蓄锐，等宝箱刷新。好。安神，如果我们全员待会儿趁乱去负1楼撬大门，那商场里的宝箱，咱们是不是就腾不出手来抢了呀？富贵险中求，你们3个要是对宝箱里那些破烂玩意儿感兴趣，待会儿可以顺道去捞一把。但我跟莉迪亚必须死死锁死负1层，去强行破门。我也跟着你们去地下。既然知道了那只橘猫是我们南赛国的英雄伊万娜大校，我想去见他最后一面。好，那就都一起吧。想抢宝箱的话，还有第2轮。行，既然意见统一，大家就提前检查好装备。待会儿一旦被别的怪猫盯上，别死磕，优先保证自己安全。明白？各位玩家请注意，3分钟后商场将迎来第1轮宝箱雨。安神，这个声音是游戏的还是3国搞的2次诈骗啊？宝箱内含丰富物资和道具，不参与抢夺的玩家将被判定为消极硬散，奖励霉运24小时。你们刚才在最深处，耳朵有被杂音干扰吗？是不是听得特真切？那就没错了，这是真的系统播报。3号那畜生的声音仿虽然厉害，但有距离限制，离远了就会含糊不清。懂了，准备行动了，都喷上，浓一点，这样就算被猫发现，它也不会第一个来找我们。宝箱鱼倒计时60秒。丽娜、小鱼、希尔盖，等会儿你们3个先去负1层超市等着，我带莉迪亚去找橘猫。找到之后，我们会去负1层跟你们汇合。如果你们没来呢？那你们就随机应变，保命第一。30秒，20秒，10秒，5、4、3、2、1。2级本大狂欢天降宝箱雨正式开始！开门！安神，好漂亮！按计划，分头行动。明白。快走，橘猫刚才在南侧，我们先去那里找。它在那儿。伊万娜·佩特洛娃，我命令你，不需要反抗，带我们去负1层，打开那里所有的门。生效了，跟上他。伊万娜前辈，丽娜姐姐别哭，咱们快跟着橘猫进去。等一下，林，怎么了？真名之书控制时间不确定，万一他醒了，咱们就暴露了，必须把他送回1楼的数码铺子躺着。好，快去快回。
注意沿途的怪猫，你们刚才都没进去。没你的命令，大伙不敢乱闯，怕里面有陷阱。你们3个在门口守着，我先进去开荒，有情况我会吹哨子。奇了怪了，这鬼地方这么严防险守的，不可能只是这10只怪猫的豪华集体宿舍吧？这里还有房间，看起来像是个实验室，也不知这些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但目前好像没什么危险。哇，这里好漂亮呀！不到一半在发光，其余的似乎全灭了。林，这上面好像刻着什么字，你们谁认识这个？很古怪的语种，既不是我们毛熊国的文字，也不是英文。这是南半球的袋鼠国文字。袋鼠国，你确定？我确定，这上面的文字我认识，是袋鼠国的意思，这就是他们国家的名字。我懂了，这里每一个桶都代表着蓝星的一个国家。都别在这儿愣着了，快给散开去找，顺着墙找，找出代表你们自个儿国家的那个桶，快！安神，在这儿，龙国！安神，龙国在发光哎！安神，这个桶里面的到底是什么啊？小鱼，你立刻去超市，去那超市的货架上随便给拿点什么能吃的回来，动作要快，吃的就行，快去快回。收到，保证完成任务。这暗号虽安摸耳朵了，快立即接通林穗安姐姐，你立刻安排人到平时接收游戏物资巨献的地方等着，我要做个测试，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武装？先1个吧，带通讯设备就行，到了喊我。安神，姐姐别那么紧张，我只是做个实验，如果成功了，正好请你们吃面条。好。报告老大，出现了，是高品质挂面，整整1吨挂面凭空砸在了传送大厅中央。发现游戏的仓库了呢。将来姐姐，安安，我在，你说。麻烦让大后方能动弹的防线战士全给老娘到传送区集合，顺便通知毛熊国、南赛国准备好布袋子，我今晚要给大伙儿发超级补劫啦！喂，准备好出苦力了吗？咱们要开始打劫游戏系统喽！这些桶连接现实世界，超市里的物资扔进去，就能无视法则强聚成1000万倍实体。但谁也不知游戏什么时候会反应过来，把我们这些老鼠清除。所以废话少说，全员开足功力，能搬多少少是多少，把这超市的每1粒米全给我扔回家里去。喝酒吃肉就看这一波的了！哇塞，安神，你这波操作简直是上天了呀！别拍马屁了，速度干活！咱俩今天的目标是把龙国的国库给塞爆。收到。哭了，老子一个大老爷们，喝着营养液直接哭疯了。新鲜的蔬菜和牛肉啊！安神再铺一层，给咱们龙国强制进货。快，所有重型卡车全部给我倒车进场，传送流水线别停，一袋都别漏，全部给我拉到安全区大后方去。这是真的青菜、咸肉、鸡蛋、蔬菜，全是新鲜的。笑死我了！我刚刚去隔壁米国和日升国的直播间，那几个小洋鬼子在2楼拼死拼活抢宝箱，里面就特么是一盒国际披萨和寿司，跟咱们安神这整100吨的国库进货比起来，简直逊得连渣都不剩。虽然大佬，我们指挥中心刚发来情报，1楼大厅里至少有5个国家的玩家正朝负一层疯困来，带头的是米国同盟的3个核心选手。那些家伙还有几分钟能到？最快的已经在1楼消防通道门外了。你们几个留在这里别停，把剩下的生鲜全给我倒进去。林，你去哪儿？去门口把这群抢饭碗的脏东西清理掉。我跟你一起守，我力气大，真要动手我能挡。拉倒吧，入口狭窄，在那儿起冲突，动静比搬货大10倍，到时候把3楼的10只猫全引下来，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咱们不能用活人的方式去拦。我知道了，安神又要变猫。在这种地方，1只猫再负一层守门，可比一个大活人站在那儿管用多了。穗安去给我们守门了，咱们绝对不能当白眼狼。接下来咱们搬出来的物资分出1半，投进龙国容器里去。好，我同意。来了，右边一个罗圈腿矮子，正前方还有2个。根据国家给的情报，隐藏的物资超市绝对就在这扇消防铁门后面了，冲进去我们就赢了。老大，你看那是什么？小矮子，就你最吵，给老娘躺下吧！哎呦，八嘎，你的死啦死啦的！该死的，这地下怎么也有怪猫守着？该死的畜生！法克，
这力道怎么比北极熊还大？老西巴，麦克老大，我们被发现了，别跟这猫畜生纠缠，快跑吧！蠢货，听我指令，分开冲！这毕竟只是一只猫，它的2只爪子同一时间只能拦一个人。小趴菜，谁告诉你姐妹同一时间只能拦截一个人的？上帝啊，这一只猫单挑3个人类玩家，还稳占上风！打扰了，老子再等等吧，等别的傻子过来当炮灰，我再摸鱼。什么情况？1楼消防通道门口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在同一秒爆发出3个活人如此强烈的恐惧和暴怒情绪？大爷的！千算万算，没算到这3个洋鬼子这么不中用，就2巴掌也能爆发这么强烈的情绪，还让银渐层感应到了。不能再在这儿跟这几块料死磕了，3个蠢货的情绪在银渐层的感知里太扎眼了。法克，这畜生怕了，他在后退，快，所有人全给老子强行冲过去！大个子，这底下到底啥情况？喵喵喵，咪在这儿替主人守门抓耗子呢。这几个家伙腿脚太快了，咪一个人快要堵不住了。原来是这样，难怪咪刚才在上面一下子就感知又怕又急又暴怒的强烈情绪波动。那必须的，他们被喵拍好多下呢。老大，又来一只！刚才光是一只缅因猫，我们都冲不过去，现在2只，这不彻底死定了吗？别废话了，赶紧抓紧时间撤！喵，咪最喜欢看猎物被吓破胆的绝望模样了。大个子，这里交给你，他们是喵的了。现在还能看见的发光宝箱只剩6个，等这几个被捡走或者按掉，宝箱雨就彻底结束了。我们也差不多该撤了。安神，你怎么亲自下来了？大家，安神让我们把手里这波搬完，就即刻撤退。安神让我们跟他走。再给他们加点料。这瓶也是柑橘调的，挺好。这家店还自带弹药。够了，就算猫摸到门口，这味儿也能挡一阵。安神，你不变回来吗？咱们这回可是把那老六天道在隐藏超市里的家底给彻底抄空了，大米面粉几乎全搬光了，油搬了1半多，剩下的生鲜、蔬菜、水果、调料全被咱们一锅端了。小鱼还搬了不少零食。嘿嘿，这下子大后方的食堂里，大家伙可算能吃上一顿带油水的正经热乎饭了。对了，安神，你现在是猫的话，能吃猫罐头吗？我又不是真的猫，要让龙国看到我吃猫罐头，我面子还要不要？拿走拿走。不吃啊，我还以为能给安神。各位玩家请注意，半小时宝箱雨即将结束，未抢到宝箱的玩家将获得奖励，霉运24小时。完了！刚才咱们光想着搬货了，一个宝箱都没有啊！锦鲤妈妈保佑我啊！小鱼儿可不想出门就被陨石砸死。霉运24小时，我身上的这枚南赛国守护防线盾，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啊？等等，我捡了一个宝箱，你什么时候捡到的？脚底下踩到的，顺手捡的。莉迪亚，你快开啊！还有20多秒，保一个算一个。游戏没规定一个宝箱只能1个人开吧？啊！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我们5个一起开，说不定这箱子就算我们5个人的。可万一不算呢？会连你自己也搭进去。你快开吧，真的来不及了。要活一起活，要倒霉一起倒霉。别推来推去了，倒计时就剩15秒了，一起开。宝箱雨已结束，以下玩家未获得宝箱。好香啊！所以这算成功了吗？猫咪们将优先追踪霉运玩家，名单里没有我们的名字，成功了！一人一份，还都是对应国家的特色菜，我们成功了，好好吃，比营养月好吃1万倍。安神，这个食物不对劲儿，我的3火值涨了，分别都涨了1分，涨得比将来姐姐还多。看来这游戏宝箱食物比正经食物效果还强。这些猫的身体里可都有活人阴灵的灵魂，上一轮没有灵魂的冰树被我造梦后都产生了反抗行为，那这些有灵魂的猫肯定也能被强行唤醒。我得出去试试。林，你要出去？安神，还又一个人出去了。习惯吧，我们别拖后腿就行。造梦的前提是必须近距离接触它们，我得想个法子把它们集中到一起。有办法了！你敢冒充我？喵！你才是假的呢！不服过来抓我啊！喵！
咪撕碎了你这个冒牌货！叽里咕噜的骂什么呢？反正听不懂猫语，听不懂就等于你没骂。2只了，不准跑！哟，刺客小黑，快点跟上！喂，你快停下来！喵喵，抓到你了！很好，5只了。胖菊，醒醒，快跟上大部队干活！咪梦里的小鱼干被你撸掉了。来吧，都过来，10只全齐了。就是现在，庄周梦蝶，造梦使用，安心享受这场梦境吧。不能停，如果输了，不是我一个人输了，是整个国家输了。赢了。看来有反应，但光是梦境还不够彻底唤醒他们。大个子，还有各位老前辈，你们的心里其实都还记得自己曾经是谁，对吗？这鬼地方把你们变成看门的畜生，让你们丧失一切理智去抓人杀人，去折磨你们生前死都要保护的同类。老前辈们，你们愿意向这破游戏妥协吗？不愿意。检测到异常干扰。啥？玩不起是吧？老大，这是游戏出现之后第一次强制终止游戏。对，第一次。之前不管死多少人，不管副本多离谱，游戏从来没有中途叫停过。是因为庄周梦蝶？只能是这样，时间点太巧了。安安用了造梦，那10只怪猫的人类理智刚有了一丝复苏的苗头，游戏就立刻跳出来结束游戏。这至少说明一件事，这10只猫身上的英雄意识是真的可以被强行唤醒的。老前辈们刚有一点理智，游戏就要把所有人送走，你在心虚什么？想隐瞒什么？想阻止我？没门儿！几只猫我就不信带不出去了。不管了，姐妹今天要玩把大的，带走，全都带走。本轮躲猫猫结束，存活玩家11人，一只没少。真带出来了！安神，安神，你太厉害了，竟然把游戏玩疯了！八嘎，你怎么把诡异的带出来了？关你屁事！门口路过的粪车你也得尝尝咸味是吧？老大，我们不管吗？管什么？猫在他手里又祸害不到你。丽娜，橘猫里面的灵魂是你们国家的玩家，你要不要把它带回去？我很想，但是我听不懂猫语，而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好它，更不知道怎么彻底唤醒它。目前只有在穗安你的手里，大肖才是最安全的。行，那我先替你们国家养着，等找到唤醒办法再说。谢谢你，穗请安。各位玩家依次挑选奖励。你等会儿选哪一个奖池？咱们刚才在地下超市搬了那么多物资，要是再去现实池，万一又抽到大米和食物，不是亏死了？但我又想赌一把，看看能不能抽到。全区域灾难清除，别纠结了。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这棵独苗在副本里活着，你的国家就永远安全。先努力让自己变强吧。对，只要我不死，南赛国就不会被淘汰。我选个人奖池。小鱼，你也选个人奖池。收到。八嘎，居然是最差劲的地级奖励！6个玩家，5个去现实奖池的全抽了地级，只有麦克去个人奖池抽到了1个 A 级道具。安神，该不会是因为咱们把超市搬空了吧？如果游戏的奖池和副本资源关联，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恭喜毛熊国玩家莉迪亚抽取 A 级奖励力量药剂。林，我喝过力量药剂了，这个给你。你自己喝，游戏重复给，说不定力量能叠加，真的可以叠加。等我回去测测力量。恭喜南赛国玩家丽娜抽取 A 级奖励献祭面具。穗安，这个献祭面具的规则很强，可以献祭我们手里的道具或者外界物资向魔鬼许愿，献祭的东西判定越珍贵，许愿得到的回报就越大。那能不能把游戏献祭了？脑洞还真大，亏你想得出来。B 级道具诱捕空皮囊，注入使用者的1根头发和3滴血液，皮囊会在30秒内膨胀成一个跟使用者一模一样的假人，能当替身转移怪物注意力，关键时刻能救命。收好了。安神，我先去抽奖啦，祝我好运！恭喜龙国玩家鲤鱼抽取 S 级奖励6项新产。安神，我的也是 S 级。怎么龙国玩家1个2个全是 S 级，太不公平了！恭喜龙国玩家林穗安抽取 DSS。怎么回事？游戏系统怎么平白无故自己结巴起来了？好像被安神彻底玩的当众脑血栓卡死了。老大，这到底怎么回事？
安安前脚强行唤醒了那些怪猫生前的意识，后脚游戏就强行中断副本。结果刚到结算讲坛，系统判定又开始当众抽风。看起来这鬼游戏像是在故意针对他。不绝对，如果游戏系统真想针对他，规则判定直接一口给他发个最低的地级奖励就成了。现在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奖励结果打架，这说明游戏内部有两套不可调和的逻辑在拉扯，一套被动的惩罚规则想给他最差的，而另一套基于副本表现的死规则却强行认为他该拿最好的。恭喜龙国玩家林穗安抽取 S 级奖励风铃扑克，出来了。又是 S 级，恭喜！54张牌能强行封印不灭灵魂。那猫，嘘！我刚才在个人池子里抽中了一个 A 级特殊道具魔镜，虽然是个被规则阉嘎挂的残次品，只能无条件回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核心问题，且问完就会当场碎裂。但如果你现在选择和我们米国联手结盟，我可以把这个提问的唯一机会大度的让给你。结盟？你的盟友不是他俩吗？那些废物只是附庸，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只有强者才配和我们米国坐在一起谈条件。可是麦克，这轮游戏我好像看到你推其他玩家挡危险了。游戏里自然以自身生命为第一，相信任何一个玩家处于危机时刻都会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哦，那我没兴趣和你这种随时会从背后捅刀子的人结盟。为什么？按道具，我有一个 S 级，一个 A 级，怎么样实力也比他们强吧？你把推别人挡危险说的那么理所当然，谁敢和你这种人结盟啊？我是看你有些实力才给你机会，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恭喜各位玩家通关暗夜商场副本，15日后将开下一轮副本，游戏退出倒计时10、9。将来姐姐，快来帮我抱猫，胳膊要断了。居然真能带出来，也不知道这些猫里面有没有咱们龙国玩家的灵魂。等他们醒了，我直接当面问呗。怎么问？我变成猫的时候能听懂猫话，等他们醒了，我试试在现实世界里能不能变身，可以的话我跟他们聊聊，看他们都知道些什么。把猫放到观察室，配专人24小时持守，每2小时记录一次生命体征。另外，把监控画面直接接到林穗安房间的屏幕上。是。走吧，折腾了一宿，先去吃饭。哇，好丰盛啊！想不到真的吃上满汉全席啦！这都是你们从游戏里搬出来的，你们再附一层往容器里塞的粮食，我们这边收到的是成千上万倍的巨献，全国最核心的粮食缺口已经补上了大半。太好吃了，比副本里的还要香。安安，你进入游戏前说过要让所有人都吃上饭，你做到了。等后勤部门统计好精确的总量，明天这批救命粮就能发到各个幸存区。等这批粮食吃完了，主粮区的第一季作物刚好能接上。哇，完美衔接！对了，姐姐，我这次带出来的10只猫，每一个在规则判定里都带着不灭的灵魂。我等会儿打算试试用那个 S 级的风铃扑克，把他们的灵魂封进牌里，把10个死去的玩家以另一种形式保存在咱们这里。而且我刚才在商场中庭刚试图唤醒他们的意识，游戏系统就吓得直接终止了副本。我觉得游戏怕什么，什么就是它的致命弱点。你的意思是，下一轮我不仅要继续搬物资，还要想办法把里面的死鬼、怪物、英灵强行打包带出来。我手里这副牌可足足有54张呢，不全用上那不是亏大了。安神，这儿！昨晚吃上大米饭了？吃了，我妈抱着饭边哭边吃。我爸说他都忘了米饭的味道，这次全是沾了我的光。安神，等开完会，我带你见我妈妈呀，她现在是你的超级大粉丝。全员到齐，开始吧。从时间线来看，林穗安使用庄周梦蝶后第47秒，猫群出现意识变动，第52秒，三花猫尝试发声，第54秒，游戏播报终止指令。我们的推测是，游戏存在某种底线机制，当诡异的自主意识被外部力量激活到某个阈值，系统会强制终止副本。阈值怎么算？具体是多少？数据不够，没法量化。要确认阈值，至少还需要2到3次实验。也就是说，下一轮游戏还得继续试。没问题，交给我了。记录在案，保持跟进。下一项，全体起立。经战略指挥中心研究决定，授予龙国参赛选手林穗安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授予龙国参赛选手李鱼少年先锋荣誉称号，即日起生效。姐姐，你这是要把我们俩弄成大明星吗？不是明星，是旗帜，是希望的旗帜。粮食的问题能解决，但人心的问题单靠几吨米面解决不了。人们需要的是个旗帜，一个希望，一个能带大家看到明天的人。所以你们愿意吗？行啊，时代楷模听着挺酷的。我当然愿意啊。那我能不写作业了吗？不能。好吧。老大，米国战略指挥中心来电。汉密尔顿将军，我直说了，我方玩家在副本中获得了 A 级道具魔镜，他已经使用了。我们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结束游戏，魔镜回答了。所以答案的内容我们可以和贵方分享。什么条件？2条。第一，食物。你们这轮在副本里搬出了大量物资，我们国家同样需要这批粮食。盯上我们的粮食了，在现实池里只抽到一堆地级垃圾，现在急得想拿消息来空手套白狼。第二，结盟。龙国和米国正式结为战略同盟，由我们2个大国主导后续的比赛。汉密尔顿将军，在聊结盟之前聊点别的。
你方玩家在副本里为了抢宝箱，亲手推其他选手去挡危险，导致那个玩家的国家在现实中被彻底抹消灭亡。关于这件事，我想听听贵方的看法。对于那个盟友的牺牲，我们表示深深的遗憾。我们现在聊的是魔镜给出的答案，难道你们龙国就真的不想知道怎么彻底结束这个游戏吗？一个只能使用一次的道具，一个在现实里根本无法验证的答案，你拿来跟我谈割让粮食和战略结盟，而且你们的道具面板写得清清楚楚，那是残缺的阉割版。你能保证那个答案不是游戏系统故意放来钓鱼的假信息？不愿意合作，既然如此，等你将来在副本里踩坑后悔，别怪我们没给你合作的机会。将来姐姐处理完那群小洋鬼子的骚扰电话了。都是一些狼心狗肺的人渣，不用理会。安安，还是没有半点要醒的反应吗？在游戏里，我刚把庄周梦蝶砸下去时，明明已经挣扎着要醒了，可自打被我强行打包带回现实世界之后，就跟断电歇菜了一样，怎么弄都不睁眼。老大，会不会是游戏终止的刹那，背后的系统一直动了什么手脚？比如把里面的灵魂给强行重新抽走了？现在的这些，只是没有灵魂的纯肉体空壳。没有，灵魂还在的，我能看见。既然灵魂都在，医疗仪器也显示一切正常，那为什么不行？大长官，您是不知道，刚才安神在里面施法，我把咱们分发的高级逗猫棒、激光兵、进口小鱼罐头，甚至连新鲜橘子皮、弹性玩具球，全都在这屋里试了一大轮了。可这10个大前辈就跟成了死石头一样，完全没反应。实在不行，还是用风灵扑克试试吧。我原来的打算是等猫醒了，跟他们商量好了再用，但现在这个情况，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万一封进去之后，灵魂也是这个状态呢？那至少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老大，我觉得安安说的可行，这叫破釜沉舟。不过战略部建议咱们别全盘压上，先拿其中一只猫进行单体试水，风险在现实里完全可控。行，你想选哪只来试？这只死胖子，我在地下用窥金球亲自看完了他的生前记忆，知道名字和军衔，熟悉度是全场最高的，拿他试水，成功率最大。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开始记录。风，安神成功了吗？成了。能直接唤醒了吗？可以，不过他在副本里被格式化了，太久，现在灵魂有些虚弱。规则给的评定强度是 D 级，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强度在后续还能继续升级，理论上可以，但不确定升级的触发条件是什么。你们看这儿，橘猫之前在副本里的核心能力是速度，被封进扑克牌之后，这项能力也被判定为玩家道具带出来了。不知道升级是指强化速度，还是整体强化灵魂强度？这卡牌面板上连个提示都没有。先想办法唤醒，也许他们作为当事人会知道怎么强化。是，他能看见我们吗？龙国江女士，是我，你认识我？我生前在国际联合大厅的影像里看过你的样子。这里是现实世界？对，现在游戏已进行到了第47轮，距离你牺牲快2个月了。你被游戏抹杀后变成了怪猫，是我国玩家在这一轮强行把你带出来的。你还记得自己生前是谁吗？记得，我是伊万娜·佩特洛娃，南塞族的一名玩家。等等，我为什么会在龙国？我们国家已经灭亡了吗？没有，你们南塞国现在和龙国是正式的战略同盟。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能接通你们大后方的指挥中心。不了吧，我无颜见祖国人民。伊万娜，每一个为国参战并牺牲的玩家都是国家的骄傲。从你被带回现实开始，你们指挥中心已经打了3个绝密电话来关心你的情况。谢谢你。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很轻，很空，不过不影响交流。你们把我唤醒，是想查明游戏内部的运转线索吧？正好，我也想把我在游戏里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们。成，从头开始说，别漏掉细节。我是在参加第3场时死的。那一轮的副本叫腐烂校园，里面的诡异全是一群穿着校服的人。我被那群诡异撕碎的时候，意识瞬间就断了。等我再次醒过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漆黑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见任何声音。然后呢，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里面响起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械音，他说：灵魂编号2941，评定 D 级，分配储存单元。等等，如果是按照我们蓝星进入副本的选手顺序进行编号，你在第3轮牺牲，当时累计进本的选手满打满算也就1000人左右，哪来的2941号？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说明在我们进入这鬼地方之前，游戏就已经在抹杀其他星球的玩家了。否则，咱们进第1轮副本的时候，那些现成的诡异是从哪来的？意思是，游戏杀完了别的星球，又来杀我们？先记下，之后再求证。伊万娜，你继续。在那次通报之后，我的意识又断了。等我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就已经被困在刚才那只橘猫的身体里了。在副本里的这段时间，我偶尔能感觉到，每隔几天我的灵魂就会被外力强行抽走一小部分，但这个抽取速度并不是匀速的。抽取的量和速度取决于什么？有什么规律吗？取决于那一轮淘汰了多少新选手，淘汰的人越多，新进来的灵魂充沛，游戏抽取我们这些旧灵魂的速度就会变慢，淘汰的人越少，抽取就越快。游戏不光在害人，还在用淘汰选手的灵魂养副本，新灵魂不够就从存量里加速抽。你刚才用这副牌把我从猫的肉体里抽出来，等于切断了副本对我的抽取规则，但是那些还在副本里的其他灵魂，现在依然在被日夜抽干。我知道了，将来姐姐，剩下这9只猫带回来这么久都没醒，可能就是因为游戏系统还在远端跨空间强行抽取他们的灵魂。我现在必须把他们全部封进卡牌，帮他们彻底摆脱束缚。好，这是在副本里第一个能张嘴说出人话的猫，也许能给我们带点不一样的惊喜。封，这只等级不一样 ，C 级。伊万娜前辈，你灵魂还很虚弱，先回卡牌里休息吧。将来姐姐，
现在怎么说？先唤醒这只 C 级的灵魂进行问询，它能保留下 C 级的强度，提供的信息绝对比 D 级更核心。是。江小来，阿锦，江小来，对不起，我失败了，最终还是没能活着从副本回来。你没有失败，你活过了2轮高难度本，留下的开荒通关方案现在还写在军方的战死库里，你甚至在里面拿命救过全球11个玩家。阿锦，你是龙国的骄傲，很高兴能再见到你。江小来，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爱哭？真是的，现在都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了，再这样我可要拿出以前当队长的架势批评你了。跟你介绍一下，这2位都是现在龙国的核心参赛者。这个女生是李玉，刚进本1轮；这位是林穗安，已经成功先发了4轮副本，就是她这次在负1层把你的灵魂强行带出来的。谢谢你，顺手的事，宋姐不用客气。阿锦，叙旧先放一放。之前我们问询过南赛国的一位英灵，他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外力强行抽走一部分灵魂。你呢？你在猫的身体时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我的意识大多数时候都是重度模糊的，但有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游戏系统刷新，我的意识短暂清醒了大概3-5秒钟。就在那几秒钟里，我看见了无数的诡异，各种形态，千奇百怪，密密麻麻被挤压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封闭空间里。我当时只看了一眼，意识就又被强行中断了。宋姐，你记不记得那个空间是什么样的？四周全是灰蒙蒙的雾，除了密密麻麻的诡异，任何标志性建筑都没有。那有没有声音？有，一种持续的嗡鸣，从4面8方来的。姐姐，宋姐描述的这个地方，形态各异的大量诡异，还有持续不断的低频嗡鸣，这听着怎么跟外面现实世界里的那些诡异入侵隔离区一模一样？安山，游戏里的副本诡异怎么会跑到咱们现实的大街上来啊？那不然你以为现实里那些到处杀人的诡异是哪来的？游戏系统既然能把玩家的灵魂改造成副本怪，为什么就不能把多余的诡异投放到现实世界搞入侵？同一个诡异，白天在游戏里当 NPC， 晚上被投放到地球上参与入侵搞拆迁，多划算的双向压榨！阿锦，现实世界的诡异入侵区，也许需要你去看一眼。正有此意，我也去。不行，我现在是灵魂状态，和里面的那些东西本质上是同类，相对安全。可你是活生生的人，进去第一个就会被诡异盯上。宋姐，你搞清楚状况，你现在的灵魂被封印在这张牌上，唤醒、隐藏和维持全得靠我的精神力量，没有我给你供电，你刚飘到门口就得当场灰飞烟灭，怎么去？可是安安，现实里的诡异区从来没有人能活着回来。姐姐，我的替死娃娃还有9条命呢，武器我也有，最重要的是我的道具在现实世界也能用，所以放心吧，我安全着呢。何况我早就想进去看看了。行，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剩下8只猫全部唤醒问完再出发，信息越多，进去之后越不容易踩坑。第二，我会组一支小队跟你同行，他们不进核心大雾区，只在外围打接应。行。阿锦，如果迷雾深处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算我求你保住安安。你放心，只要我宋锦书还没有魂飞魄散，就绝对不会让任何东西碰他一根头发。全员听令，此次侦查行动由林穗安统治，独自进入最深处的核心高浓度雾区，确认内部情报。你们所有人呈扇形在最外围防线驻扎接应。此前凡是误入这个雾区的所有侦查人员，全部在现实里瞬间失联，无一例外。此行的凶险和重要性，不需我再多言。明白，保证完成任务。安安，最后重申一次，这次的目的是确认虚实，不是让你去攻坚靶点。得到情报了立刻就撤，绝对不可以冒进，听懂了没有？好啦，姐姐，你真啰嗦，放心吧。记住，5分钟往天上打一次信号弹报平安，一旦断联超过10分钟，外围小队会强行突进去捞你，明白吗？知道啦，我和宋姐出发了。林穗安，小心！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什么？同类。从刚才开始，我就感受到了一股气息在盯着我们，而且距离越来越近，气息越来越浓了。他们就在前面的迷雾里，密密麻麻，非常多。还有，你仔细听，我之前在猫身体里短暂清醒时听到的那种4面8方的嗡鸣声，你听见了吗？什么都没听到。看来确实是只有你们这种被游戏重组过的灵魂才能精准感知到的特定声波。不过无所谓，方向没错就行。走，继续往里端。宋姐，你看见前面那堵人影墙了吗？看见了，全是没有身份记忆的灵魂体。看到的那些密密麻麻的诡异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当时在黑空间里看到的那些形态极度凶残暴力，是在游戏里吃人的厉鬼。可眼前这些站得太整齐了，也太安静了，没有任何攻击意图，倒像是被什么规则给强行控制死了一样。奇了怪了。既然是诡异入侵，为什么这群脏东西跟呆子一样戳在这儿，对咱们这2个大活人进门无动于衷？不知道，你先别靠近，我先过去看看。他们竟然在给我主动让路，很奇怪，他们没有任何攻击和阻拦，相反，看到我过来，他们反而像是在迎接同类一样，主动把路让开了。那咱们还客气个锤子？走，进去抄他们的家。嘿，几个意思啊？只让死人的灵魂过去，不让活生生的人类通行是吧？怎么了？你怎么没跟上来？唉，这些面瘫不让我过啊！只要我一抬脚，左右两边就堵得死死的。看这样子，这地方的底层规则是只允许灵魂通行，活人止步。如果用武器强行穿过去呢？活人肉身强行穿透死人的灵魂，在规则上对这些游魂的刺激太大了。万一动作太大，把这成千上万个面瘫同时给强行惊醒，咱俩今天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绝对不能硬来。让我想想，有了。既然他只放灵魂过去，那我也变成灵魂不就好了？变身卡，游戏道具，可以改变形态。变身卡，
使用。别说，这感觉还挺新奇的。脚底轻飘飘，浑身上下连一丁点重量都没有。走，老前辈，咱们再进去试一把。哎，小心左边废墟大面。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它在干什么？它在吸食大地的生气，抽空地底生机，正在一点点吃掉这片土地。不对劲，它发现我们了。可咱们也是灵魂体，它怎么会连同类都咬？很明显，在这些外来脏东西的眼里，咱们和它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同类。这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在现实世界里，连拧断脖子都杀不死它吗？宋姐让开，我来给它上上强度。都剁成馅儿了，竟然还在融合，难怪之前进来的人再也没出去过。等等，安安，等一下，快住手！怎么了？我刚才在感知视野里看到碎片裂开的瞬间，有大量黑色诡异能量在向外疯狂外泄。我吸收了逸散的鬼力，能量非常充沛，我体内灵魂力刚刚直接变强了一点。奇了怪了，这底层字母怎么没升级成 B 呀？可能这个地级诡异身上的能量太少，还不够触发卡牌整体升级的阈值。不够，那还不简单？杀怪长经验，咱们今天就在这刷到底。明白，既然脑袋是死穴，直接攻击脑袋就行。还吃呢，收你们来啦！宋姐，这诡异居然还会摇人。别怕，第一波就25只，2打25，优势在我们。这些现实入侵的诡异太低级，一点战术配合都没有，毫无智商，就只会用身体盲目的扑咬抓挠，最基本的包抄侧击都不会，纯粹就是靠数量对付，太蠢了，砍着都没意思。糟了，那些面瘫摇人来主力部队了。林随安，对面有多少？没数，密密麻麻，少说也有成千上万个。不过没关系，就你们会摇人，谁不会啊？风灵扑克，是。都别发愣了，听好了，这里是现实世界诡异入侵区。杀这些脏东西，死穴在脑袋。点碎怪物能吸收能量，强化灵魂。看宋姐动作，全员跟着干。姐，你心脏的位置怎么有一层金色小漩涡在不停流转？我自己看不见，也没有系统提示。难道是吸收能量过多，卡牌要强行进阶了？不对，还是 C 级，没变化。伊凡娜，你升级了，难怪我操控灵魂比副本里灵活10倍。原来是卡牌限制被强行打破了。这不只是简单的卡牌升级，我发现大家胸口都多了一层金色，这应该跟吸取能量升级不是一码事。我觉得这点金色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你们在现实里杀了这些入侵者，强行保护了这片土地和这个星球的生命力。这不是馈赠，是你们用命换来的这片土地的回响。你的意思是，这也许是这颗星球反哺给我们的功德，或者是类似守护规则的特殊能量？也许吧，我还没想明白。不过无所谓，只要能变强，管它是什么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是什么的。
安安，你快过来看这个。这是龙国现役制式步枪，是之前深入鬼域的作战部队留下来的遗物。宋姐，别难过了，人死只是灵魂挣脱了躯壳，说不定战士们的灵魂还在这阳城区里面呢。下次我们准备充分了再来，只要找到他们的灵魂，我就用这54张牌一个不留的把他们全盘带回现实世界去。好，谢谢你安安，下次来咱们一定要找到他们，带全军兄弟一起回家。变身卡解除。将来姐姐，我回来啦！阿锦，这些都是之前进入误区侦查的兄弟们，他们留在废墟里的最后遗物。人不在了，东西我给带出来了。走吧，我们回家。第一个发现，雾墙里面有一层灵魂墙，几千上万个灵魂一动不动，灵魂可以通过，活人会被拦下。我是用变身卡变成灵魂形态混进去的。这是第一批诡异，全趴在地面裂缝上，嘴贴着裂缝，在吸大地的生气。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外面的灵魂墙拦住了你，但没有伤害你，内部的诡异却攻击你们。这么说来，灵魂墙和诡异很大概率根本就不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产物。还记得安安说过的医院里的小红、乔姐姐那些灵魂吗？他们消失了，而安安来基地之后，也再没见过其他灵魂。也许灵魂们都去了同一个地方。赵老，您是说灵魂墙是小红他们？但这只是猜测。灵魂墙也许是我们国家原本就有的亡魂。为什么？我更倾向于这些灵魂是被另一方带去的，或者说也为了不让外面幸存的活人误入核心区送命，他们用自己的躯体在现实世界里强行组成的一道防线。不对，他们都是呆滞的，根本没什么反应。或许是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力注入了土地，才保住这片土地不被诡异彻底吞噬。赵老，这个猜测太大胆了。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们已经找到了进入诡异区的办法，也证实了灵魂可以在里面战斗。真相早晚能找到，急不得，但不能不想。灵魂墙和诡异的事先放下，接下来说反攻的事。安安的变身卡还剩4次，这道具用一次就少一次，剩下的次数必须留着在游戏里用，不能再拿来探索诡异区了。我们要做的是在下一次游戏开始之前，找到活人安全进入诡异区的方法。如果能找到利用3火值攻击或者防御的法子就好了。我总觉得3火值应该有实际用处，但怎么用，我们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赵老，我说个想法，会不会古籍里可能记载过这类东西？魂魄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古代时的说法，我们现在面对的诡异和灵魂也属于这个范畴。古人如果也接触过这些东西，也许在经文功法里留下过方法。同意。如果大家没有其他补充，就各自工作。你是在跟我说话吗？邪门了，完全听不见一丁点声音。这口型，你是在说安安？你在叫我的名字？竟然是个噩梦。那个灵魂我不认识，不是小红，不是乔乔姐姐，不是韩医生。安安，你起床了吗？赵老那边有发现了，我马上来。安安，来，我昨晚整理的，你先看这个。大道无形，生育天地，生气之源，灵魂与肉体的皆有神。赵奶奶，这些都在说同一个东西。人活在气里，气也活在人里。那诡异呢？诡异不在这个循环里，他趴在地上吸地气，是在打破这个循环，抽走本该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人和地共享这个气，诡异在偷，鬼墙挡在中间，不让诡异扩散。但代价是鬼魂自身的灵魂力。赵老，这些古籍里有没有提到3火值怎么用？没有，这上面主要记载的是如何养气、炼气。目前我们保证全国幸存区的全民正常饮食，就是一种最基础的增长3火值行为，这可以比作养气。至于3火值的修炼，也许我们能在这里找到答案。3火若灭，生人入死，这不就跟我们的3火值面板完全吻合吗？能写出这句话的人，或许自己就经历过或者修炼过3火值。火可聚，可散，可攻，可守。聚于掌心则伤邪祟，散于周身则必阴亲。这写的是3火值的用法，看看后边有没有具体操作方法。这上面的记载和赵老之前的推测吻合，那些灵魂真的在把自己的灵魂里灌进大地，直到自己燃尽，彻底消散。聚火之法，闭目一手丹田，将体内3火之力循序引至掌心，初时全然无感，需反复凝神，以心念本能驱动，非凡人力即可为。具体的现实操作指南还真找到了，立刻把这几页复制打印，让防线上的所有核心特种战士，只要能有1-2个人突破，外围接应的压力就能减少一大半。没错，但要注意，这上面还说
心境才能聚火。恐惧会让火散掉，愤怒会让火失控。那对战的时候怎么办？谁能在诡异扑脸的时候保持心境？这应该不是指一时反应，而是指打心底对诡异的情绪。赵老，这套功法能用，对吗？理论上能，但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安安，你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3火吗？我试试。一手丹田，丹田在哪来着？肚脐下面3寸，肚子刚吃了3个包子，有点撑，没感觉。别急，手抄本上说初时无感，需反复凝神，摒弃杂念。刚才感觉掌心热了一下。先不急。这套功法需要时间练习，赵老，我再安排一批人同步练，对照面板上3火值的变化。安安，你要先回去休息吗？不，姐姐，我再想去灵魂墙看看。我做了个梦，梦里灵魂墙里有个灵魂在叫我名字，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你想做什么？如果这只是一个梦呢？不，我有预感，这不仅仅是一个梦。如果找到了，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用窥金球看他的记忆，看看他是谁，看看鬼墙是怎么形成的。行。1小时后，我让直升机送你，可以吗？没问题，谢谢姐姐。去准备一下吧。风灵扑克，是。变身卡使用。将来姐姐，我去了。注意安全。好。男的不是，老太不是这些。梦里那个是长头发的女人。你知道她在灵魂墙的哪个位置吗？不知道，梦里只看见她在灵魂墙深处。行，那我们就一排一排挨个找。她是女性，长头发，脸型偏瘦，年纪30左右。那我找左边，你负责右边。没有，宋姐，我这边扫了，你那边有发现吗？年纪都对不上，完全没有符合你说的特征。这几万个灵魂，要是全靠肉眼扫下去，估计等到下一次游戏开始，我们也找不完。他到底藏在哪里？我好像感应到了，我找到了，就是他，宋姐，就是这张脸。安安，他的灵魂力比旁边的都弱，好在窥金球不消耗灵魂力，不会伤害到他。韩医生，还有我妈妈！弟子在此立誓，以3火为心，以魂魄为盾，守龙国山河，护龙国百姓，生不退，死不退，魂散不退。宋姐，里面有韩医生，还有我妈妈，他们3个是同门，一起拜的师，一起发的誓，守龙国山河，魂散不退。他在梦里拼着最后一口气喊了我的名字，是想告诉我什么吗？我妈妈是不是也在某一堵鬼墙里？我妈妈是不是也快消散了？你要把她封进去，我想，但我不敢。唤醒要消耗灵魂力，她现在这个状态，我怕她撑不住。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带走她，这堵人墙的平衡被打破了，这里的缺口漏了，整个阳城就全完了。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知道答案，把无数百姓和整堵长城都搭进去。可是，她的灵魂力太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烧结。小姨，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带你走，但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的。宋姐，你是灵魂，他们也是灵魂。你之前吸了诡异的能量可以变强，如果我们给他渡一点能量进去，他会不会恢复一些？理论上可以尝试，但怎么把能量直接渡给一个没有意识的灵魂？修炼3火的手抄本上写，火可驱可散，但如果局掌心之后不攻击防御，而是往外渡呢？你要在现实里强行学会聚火，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宋姐，帮我护法。手抄本上说，唯心静者火方明，我必须在最快时间内摒弃掉脑子里所有的杂念，什么灵魂墙、母亲、韩医生、流放游戏，老娘通通不许去想，给我静下来。一意欲火，去！我成功了！宋姐，快看！宋姐，怎么回事？你往后躲什么？你手里的火，宋姐，你害怕这个火？刚才你手掌火燃起来的瞬间，我全身突然发抖，就像它会把我的灵魂烧了一样。看来至少攻防方面，这火是有用的，但缺点是不能用来渡给小姨。要是直接拍过去，估计小姨当场就得被烧成一缕青烟。没关系，我来吧。之前在卡牌里，我感受过能量的滋养，经过的路径应该是头顶、脊柱、丹田，再达全身。如果要渡能量，也是这个路径，应该是的。辛苦你了，宋姐。
有变化吗？灵魂力在往里灌，但他的灵魂像破了洞的碗，灌进去的力量散得多，留下来的少，往下进了大地。散去哪儿了？宋姐，它亮了一点。宋姐，差不多了，快停下！再推下去，你自己都要散了。他的底子太薄了，想把他唤醒，起码还要多次。好，那我们下次再来。宋姐，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力竭，但能恢复。回卡牌里休息几个小时，应该能补回来。那我们先撤。辛苦了，宋姐，回去好好歇着。风灵扑克，风变身卡解除。没事没事，全虚全伪。对了，你看，我把3火修炼出来了。这么快？今天在灵魂墙里练的，而且我试过了，3火一聚，墙里所有灵魂都在躲我，他们怕这个。回去把你的修炼过程整理一份，越详细越好。全民修炼或许可以提上日程了。好，今天真好啊。小鱼，丽娜，莉迪亚，下来！又做梦了，怎么回事？梦就是这样了，我很少做梦的。前面2个梦，一个是梦见魔鬼森林，另一个是梦见灵魂墙里的小姨，都和现实有勾连，所以我怀疑这个梦在提醒我，下一轮的游戏我们会被强行分开。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战略打算。即刻起，全盘按照你们被系统强行分开关押、单独对线的准备来布局。我就参加了1轮游戏，还是跟着安神走的。如果和安神分开，我……小鱼，你上轮不是有一个哨子道具吗？还有激光笔，都带上，看情况吹哨或者用激光笔引路。但是游戏刚开始，先别着急用这些道具，万一下一轮诡异靠听觉或者视觉抓人，这就等于给诡异指路。有道理，那这些当备选，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个你先拿着。不要，安神你自己留着，我也有道具的。安安，这个风灵扑克只能由你本人单独使用和召唤吗？能不能给小鱼预留一张贴身保护他？试试。风灵扑克是，我用不了。那换个思路，等到了游戏里，我把10个灵魂全放出来去找人，比我一个人跑快多了。这个办法可行，拿着，我和空白卡牌有感应，实在不行你就变成诡异躲藏，这次不可以拒绝。安神，你放心，我一定贴身放好。这样，即使分开了，也至少能朝哪个方向接应。小鱼，如果真的分开了，第一件事是找掩体，第2件事是等安安来找你，别乱跑。好，我记住了。爸妈，不用担心我可是少年先锋，我一定安全通关，带安神回来吃饺子。欢迎来到第48轮全民躲猫猫。安神，迷宫。嘘。本次副本为2级副本无尽迷宫。迷宫意味着分离，这破游戏果然不打算让我们好过。都听仔细了，这轮游戏系统大概率会把我们5个人强行分开，丢进不同死角。分开？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触发，也不知空间怎么割裂，所以倒计时一结束，我们5个人手拉手，指头扣指头，哪怕天塌了也别给老苗松手。拿好，我和这些空白牌之间有微弱的本源感应。只要这牌还在你们兜里，老娘就能在地图上摸到你们的线索，千万别弄丢了。放心吧，林，我在游戏里活了这么久，不是吃素的，你不用分心担心我。保重。我也可以的，我身上有2件特殊道具呢，至少能硬扛致命伤。安神，小鱼也准备好了，走。卡牌位置，西北、东北、西边、南边各一张，分的还真均匀啊。安安，你们真的被强制拆分了？分开了。宋姐，你们分头去找人，丽娜、莉迪亚、希尔姑、小鱼，你们见过他们的样子。分组出发，找到人了就赶紧带回来。安安，我跟着你，你一个人在迷宫里太危险了。好，这地方虽然有掩体能藏人，但规则说了，游戏结束前不翻箱子直接清除，这明显是强行赶人。柜子、床底、墙里都没有宝箱。我看了看。墙外全是房间，一间挨一间，布置都不一样。宋姐，帮我探路找找宝箱，我一间间翻太慢了。行，做好标记就不会重复搜了。安安，这里藏着一个规则宝箱。恭喜你找到宝箱，本宝箱内道具为空。但别急着伤心，因为这不算做找到宝箱的任务要求哦。
行，玩搞心态是吧？真他妈有意思。安安，你说小鱼他们找到的宝箱不会也是空的吧？按正常逻辑，迷宫应该有坐标系 A1、A2、A3这样便于定位，可这些房间没有。游戏故意不给坐标，就是防止我们给玩家报位置。画面里也只有房间内部，没有任何方位标示，连门上都没有编号。根据50个玩家当前的位置和探索方向，画出迷宫地面图。是。安神说过，不确定诡异靠什么抓人，不要轻易吹哨子。但现在还在躲藏时间，诡异还没开始找人，可以吹一下试试吧。怎么什么回音都没有啊？哨声，这个迷宫里好像只有上轮那个龙国小玩家有哨子道具。不过不管是谁，只要有人，就意味着可以合作，也可以利用。等等等等！亚历克斯就是那个推人挡刀的，往小鱼方向去了，小鱼快跑啊！刚才吓死我了，现在松了一口气。亚历克斯推开的房间不是小鱼所在的房间，应该没事了。希望小鱼能和安神快点见面。不对劲，小鱼刚才为了翻找线索，几乎把那间房翻了个底朝天，现在怎么会像新的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游戏的房间在玩家离开后会恢复重置，这是在增加难度啊！把这个画面放大，这是刚才安安所在的房间。这么看来，房间里属于游戏的部分会被恢复重置，但属于玩家做的记号不会被抹除。该死的，一个任务宝箱都找不到，连孙安大佬他们现在都不知道被隔绝在哪个死角。留个显眼的记号。穗安大佬手里有南赛国的英灵，他只要看到这只大橘猫，判定里就绝对能懂是我。宝箱这么容易就被我找到了。这算找到了宝箱吗？怎么连个提示都没有？空箱子就算了，还往里面塞蛇。幸好莉迪亚反应快，换个反应慢的直接被咬了吧。总结一下，目前出现的宝箱类型：1. 空箱子带嘲讽纸条不算；2. 蛇箱子大概率不算。还有没有第3种啊？喝酒误事，还是先找宝箱。等找到林，咱们活着出去再喝。安安，我刚才连穿3个走廊，找到了2个关于这副本极度核心的大发现。等一下，还有30秒，迷宫要变换结构，我先把你封印起来，免得被分开。好，风铃扑克，封。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变换法。游戏你是不是有病？谁家躲猫猫躲藏的时候就开始伤人的？我刚看了其他国家直播间，至少7、8个人受伤了。这不是游戏，这是绞肉机。小鱼运气好，在一个舞蹈厅，钢管、镜子啥的都是焊死的，墙面还有防撞软布，就是甩的难受。老娘反应快，能强行躲开。但鲤鱼那小财迷呢？刚才那种程度的物理翻转、重力拉扯，她可特玛的是个女孩子啊！风铃扑克是。安安，刚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我感觉整个空间都在剧烈颤抖。副本结构变化，只要时间一到，整个房间都会翻转，上下左右全在动，家具全砸下来了。那小鱼，我也在想这个。我感应到的空白卡牌的方位也发生了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伤？宋姐，你刚才说有2个发现，是什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迷宫的房间数量不多。我刚刚穿了9间房，碰见了3个别国玩家，其中2个还碰面了，在同一间房里，人员密度不小，所以整个迷宫可能只有200-300间房，最多不超过300。第2个发现呢？你已经到第5间房了，有没有发现我给你留的宝箱？什么宝箱？我一路上找到了2个宝箱，一个在第4间房，一个在第7间房，都拿出来放在了正中央。你应该经过了第4间房，我没看见。果然，我返回来的时候，第7间房的箱子也不见了。我一开始以为被人拿走了，但我到宝箱位置重新找了一下，箱子回到了原位。我试过把箱子带出那间房，但带不走，到了门口就消失了。回去一看，又在原位，所以你也没法提前帮我拿宝箱。结合这2个情况，宋姐，你别管箱子了，没必要，去找小鱼吧，她的安危更重要。我感觉正北方有一张空白卡牌，你直接穿墙过去，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人。找到他之后，带他往我这边走，我也往北边走，中间碰头。行。报告，目前50个玩家中，初步判断42个被伤到，28个流血了，9个骨折，1个晕了过去。我国2个玩家未受伤。这种程度的变更，每10分钟1次，不用诡异出现，玩家就被游戏搞死了吧？那还玩什么游戏？游戏这是要让这批玩家全死在这个副本啊？为什么？射
就是宝箱吗？命运硬币，正面朝上好事发生，反面朝上坏事发生。一轮游戏仅可使用一次，我赌你不敢抛出硬币，谁和我赌？不管了，好歹完成了宝箱任务，我回刚刚的房间等安神好了。嗨，鲤鱼，你找到宝箱了？你想干什么？别紧张，我又不是诡异，我只是想跟你合作。这个迷宫很危险，一个人太难了，我们可以互相帮忙。我不需要。你确定？下一次房间翻转，你一个人应付得来？我不需要。这里面是你的道具吧？你的道具是个6面骰子，每一面效果不同，对吧？我有个提议，我有安全屋粉笔，可以画一个绝对安全空间。等房间翻转或猎杀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让你躲进去。你要什么？你的骰子。不行。那就换一个。你把刚才找到的道具给我。小鱼！该死的，这是什么级别的英灵？这么恐怖的凝实度和压迫力，龙国到底在游戏里做了什么弊？看来龙国的朋友不太乐意接受大美利坚的慷慨合作。没关系，强扭的瓜不甜，那我就先告辞了。鲤鱼，如果你改变主意，随时可以吹响哨子。宋姐姐，小鱼刚才差点就被抢劫了。没事了，乖，姐姐在呢。刚才表现得很好，没给咱们龙国丢人。安神在附近吗？我好想他。安心，他正在往这边赶。还有6分多钟就又要翻转了，我们往安安的方向走，争取在翻转之前碰头。走。幸好宋队长来得及时。陈真，不对劲，亚历克斯手里的那根安全屋粉笔是全服最顶尖的 S 级绝对防御道具了。他只要画个圈就能无伤躺平，他为什么还要冒着暴怒龙国的风险，3番5次想去强行抢夺小鱼手里那枚辅助类的 S 级头子？难道他的粉笔有使用次数，而现在次数已经不多了？又或者说和米国问魔镜的问题有关？恭喜你找到有效宝箱，请收好你的奖励道具——破损令牌，没什么用的垃圾，但别伤心，最起码你完成了找到宝箱的任务，开不开心？什么不入流的出身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材质、花纹、大小都一样，只有上面残余的字似乎不同，是什么字呢？这么看来，这令牌可不见得是垃圾啊！报告，根据目前50个玩家的移动轨迹，初步推算迷宫总房间数在150间左右，和宋锦书的判断吻合，甚至更少。技术组能看清他那张纸条上写了什么吗？正在截图放大。他找到的道具是死棋。可以指定一个玩家10分钟内无法移动。这个道具不是对付诡异的，而是对付玩家。他之前想要小鱼的道具，现在自己拿到了一个控制类道具，所以他可以先用死棋定住一个玩家，然后抢夺道具。游戏不果在用空间重组淘汰人，还在利用这些特殊道具怂恿所有选手互相残杀。游戏是在怂恿玩家对玩家下手吗？安神，小鱼儿总算找到你了！别嚎了，吵得老娘耳朵疼。伤哪儿了？没事没事，就蹭了一下。安神，我找到有效宝箱了，开出来的道具是命运硬币，可以加好运或者霉运。宋姐辛苦了，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不开眼的吧？没有，就是那个亚历克斯。对，那个坏人想忽悠我拿道具跟他合作，我才不会听他的呢。他还想宋姐姐来了他就跑了。强抢啊！米国大叔这戏路挺宽啊，可惜就是把路走窄了呀。等老娘腾出手，高低要帮你换俩腰子，这笔账先给他记上。最后没事就好。2分钟后迷宫又要进行一次反转颠倒了，走。找个安全点的房间，我有个想法想测试一下。安神，刚才房间变换的时候我待的是舞蹈房，好，我们可以去那里。带路，这里。墙上有防撞软包，镜子焊死在墙上，舞蹈把杆是钢制的，这里确实安全。宋姐，这轮翻转我不封印你了，你试着用灵魂力把小鱼包住，像之前国宝箱一样，把它兜在里面。没问题，小鱼，你还是像上轮一样抱住拔杆，双重保险。好。宋姐，你体内的精纯灵魂力在规则里能强行1分为2，分成2股吗？可以，但可能会薄一些。没事，够用就行。分成2股，一股裹小鱼，一股保我。宋姐，听好了，如果房间变换时，游戏规则把我和小鱼强行分开，你就跟着小鱼走，保护她。好，但安安，你也要注意安全。宋姐姐好厉害！不对，有一股撕扯般的力量，跟进游戏时候一样。宋姐，照顾小鱼，放心。风铃扑克的方位全变了，每一次房间变换，游戏都在重新打散所有人的位置。难怪我梦里一直在找人。还好，小鱼和宋队长在一起。不止小鱼，刚刚丽娜和伊万娜碰头了，莉迪亚和希尔盖也都已经被卡牌灵魂找到，而且卡牌灵魂不受游戏规则影响，这样接下来他们会合就快多了。他们最后10分钟应该会全力直奔安安的位置，能重新商量对付诡异的对策。卡牌灵魂也可以重新分配。不过这轮安还没发现诡异，会不会本轮诡异没有像之前一样提前进场？这轮游戏的难度比之前提高了不止1个等级，希望安安他们能顺利归来。直觉告诉我，这间房间里肯定藏着宝箱。
宝贝，大宝贝，快到姐们的怀里来！宝箱，宝箱，快到我手里来！隐身卡，消除使用者发出的一切声音，持续10分钟，使用次数3次。林，我终于找到你了，还好你派了皮埃尔过来接应。莉迪亚，怎么样？你那头开荒还顺利吗？身上骨头没折吧？别提了。老娘这一路大步流星，硬闯了4间密室，3个宝箱，好不容易拼死抢出来3个宝箱，结果打开一看，2箱子全是搞心态的空盲盒，不算数。还有一个里头直接朝我脸上喷毒蛇。蛇？对，一条通体漆黑、散发着死鬼毒气的黑蛇，直接冲着我的喉咙咬。还好老娘反应快，一刀把那脏东西砍成了2截。那看样子这一轮的宝箱判定里全都是坑。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间聪气城堡里应该还有一个有效的海洋球池，我已经找过了。好，你去积木区试试。丽娜，快过来，没受伤吧？我没事，伊万娜前辈保护我的。虽然大佬，我带谢尔盖来了。林，谢谢你派来英灵保护我们，如果不是他，我这把老骨头估计就得交代在那间满是铁架的酒窖里了。莉迪亚这是在……他在补他的免死指标呢。安神，小鱼儿把锦书姐姐给你安安全全带回来了。少在这儿给老娘吹牛，是宋姐把你安全送回来的吧？林，我找到有效宝箱了。好了，现在人到齐了，大家都开过有效宝箱了吧？还有6个灵魂在外面，我先把他们召唤回来。风灵扑克，风。听好了，还有5分钟，抓捕者就来了。这一轮的迷宫重组翻转是死规则，每隔10分钟就必须全盘大洗牌，但英灵不受影响。你们4个就按现在的搭档，每个人身边跟着一个英灵。房间翻转的时候，他们会用灵魂力把你们护在半空，避开墙面、家具和所有坠落物。只要别擅自离开自己的搭档，翻转就伤不到你们。是。这一轮抓捕者的追踪机制还是未知数，大后方的智囊团在看着我们，大家一切行动以安全避战为第一原则，千万别去硬刚。风灵扑克，是。克拉拉，后面你就跟我一起行动。好，这轮的策略是安全第一，随机应变。被分开后，先保证自己活着，找不找人随缘，保护好他们。活下去。3、2、1。半小时躲藏时间已过，抓捕者正式进场。各位玩家，祝你们死得愉快！恭喜来自南赛国的幸存者丽娜，本轮你的身份已更新，你成为了本轮的抓捕者。猎杀时限内成功亲手淘汰2名同场玩家存活，否则抹杀。温馨提示：淘汰的玩家越多，获得的游戏奖励越丰厚。淘汰5名玩家及以上，可指定奖池中的奖励。前辈，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有一些其他房间的动静，像是有玩家在跑动，但我没有感觉到诡异出现。那个声音只有我自己听见了。别怕，孩子，这一间房暂时是安全的，我会陪着你。对了，作为一个尊贵的抓捕者，手里怎么能没有一把见血的凶刃呢？房间东南角落有一个宝箱，打开它，那里有你的武器。求你了，是空的，拜托天上的神明，一定要是个空的盲盒，一定要是游戏在戏弄我。隐形敌手，作为一个隐藏的抓捕者，当然不能大大咧咧的攻击别人，在心中默念隐形敌手可以隐形，淘汰对方后才会显露出来。我连一只鸡都没亲手杀过，这该死的游戏凭什么要让我去当杀人的诡异啊？可如果不动手，南赛国在现实中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安全区了。我要是死在这儿，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祖国就彻底没了。我不能死，我真的不想死在这儿。伊凡娜前辈，你能不能用灵魂力制造一个空间，把我藏起来，让人看不见我，诡异也看不见我？丽娜，这游戏一共就3个小时，你不能一直当缩头乌龟躲在角落里。当下我会保护你，你不用那么害怕。求你了，前辈，就2分钟，哪怕就让我躲在里面2分钟也好，让我调整一下心态，我保证好状态了立刻就出来。好了，现在隐身了。伊凡娜前辈，这轮副本的抓捕者根本就不是什么异界的怪物，是玩家。我在刚刚被系统强行抽中了，这个匕首是游戏给的武器，我怕在外面说会被看直播的人听见通知他们国家的玩家，到时候所有人都防着我，我任务就没法做了。游戏说了什么？让我至少淘汰2个玩家，不然就死。淘汰5个的话，可以指定游戏奖励，就能无条件拿回能保障我们国家最后一个避难区的 S 级资源。前辈林西安对我那么好，小鱼那么信任我，我不想去杀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你自己，这个任务你都必须做。可是前辈，我是真的不敢下手，我下不去手。别怕，我会想办法。真特蛮有意思，这老六游戏憋了半天的王八大招，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老娘呢，竟然直接抽了老娘当本轮的抓捕者。藏锋剑，佩戴后握拳触发机关，界面弹出3厘米立锥，可作为暗器使用，出其不意，无使用次数限制。行。我就说这一路砸了7、8个房间，怎么连一头诡异都没撞见？按照游戏系统以往，最少投放10个诡异的恶劣尿血，这迷宫里估计至少还有9个活人玩家，跟老娘一样。前几轮诡异抓人效率和杀伤力可比这些各怀鬼胎的人类高出1000万倍。游戏系统故意舍弃高效的怪物不用，让玩家当抓捕者的意义在哪儿呢？不会是怕我
又把灵魂封印带走吧？还是想让我来淘汰玩家，把之前带走的灵魂赔给他？呸！不要脸的破游戏，玩不起就滚出蓝星！老娘手里的刀只砍诡异。至于这个戒指，等哪个不长眼的倒霉蛋想来拿老娘当任务指标淘汰的时候，老娘再出手，物理超度了他。走吧，克拉拉，反正任务指标已经清了，陪我满地图逛逛。咱们今天就把这无尽迷宫里所有能搜刮的宝箱，通通给他薅个底朝天。报告，截至目前，50个玩家的直播画面中均未出现诡异实体，一个都没有。对，所有房间内没有任何诡异出现的迹象。什么情况？抓捕者呢？前面把玩家折腾成那样，现在什么都没有，不对劲。技术组把前半小时玩家开包的画面调出来，跟这一轮的画面做对比。箱子里几乎都是武器，而且没有道具介绍纸条，和之前不一样。没猜错的话，这轮没有诡异，抓捕者就是玩家自己。他应该也是抓捕者。桑巴国那边有人行动了。阿三国玩家阿尼尔已被抓捕。这轮抓捕者果然是玩家。技术组立即接通小鱼。是。小鱼，你先别说话，听我说。这轮的抓捕者是玩家，分别是安安、丽娜、索菲亚、亚历克斯、田中、朴正勋、布雷克、保罗、克洛伊、阿尼亚。什么？安神和丽娜都是抓捕者？对，名单上的这10个玩家是手里塞满高阶杀器的主力。游戏已经给他们派发了隐形和暗杀类的特权武器，所以他们之中绝对会有人为了求生和奖励，对其余活人选手展开惨无人道的疯狂大清扫。更要命的是，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猜忌死规则下，哪怕是非抓捕者的普通选手，为了保命和清除潜在威胁，说不定也会抢先对无辜者动手。小鱼，你现在是全场最弱的，你必须防备除安安之外的所有活人，不论谁推门进来，无条件全盘戒备。好，我记住了。对了，亚历克斯有一个道具是死棋，可以让玩家无法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和阿锦分开，一定要一起行动。安神是抓捕者，那个忽悠我合作的亚历克斯也是抓捕者。怎么了？将来姐姐联系我了。什么情况？这轮的抓捕者是玩家，安神、丽娜、亚历克斯都是抓捕者，一共10个。将来姐姐还说抓捕者有武器，亚历克斯还有个道具，可以把玩家定住动不了。难怪我没感受到诡异的气息。小鱼，别怕，灵魂力可以挡住物理攻击，弓箭也好，暗器也好，都伤不了你。那安神和丽娜怎么办？他们是抓捕者，会不会有事？你这小屁孩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丽娜的事情，南赛国的英灵伊万娜自会帮她算计。至于安安，你什么时候见过那个龙国不败的精神病在游戏手里吃过亏？那些不知死活的洋鬼子，真要是把歪心思动到他头上，估计会把他们的肠子和腰子通通在现实里搅成饺子馅。安心吧。安神天下无敌。小鱼，我在你身上留了一层灵魂力，随时可以抵挡突袭。好，小鱼儿，现在要开宝箱了。宋姐姐，至于药水，可以恢复一个人的所有伤势。好东西，快收好。走，继续找宝箱。有宋姐姐保护，我要把迷宫的宝箱全薅光。哼。林萨，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弟有重要的消息想和你分享的干活。哦，什么消息啊？说来听听。哟西，这个女人手里不知有多少好东西，要是能击败她，我直接一夜暴富。游戏配发的暗器针，只要击中，哪怕只擦破一层皮，5秒内也会倒下。消息一是关于抓捕者方干活，这轮第抓捕者是。都知道老娘兜里好东西多，一个二个，果然都跟恶狗一样不择手段的找上门来送人头了。林萨，你弟我的好心的来和你合作，分享情报的干活，你弟怎么能不讲国际武德，随便动手打人？大叔，你嘴里的好心人都是随身带着极度危险的暗器针，一开口就朝盟友脸门上射的吗？你当我龙国的智商是弱智吗？他手里现在没有那把长脸法器，老子在肉身上好歹是个成年男性，贴身搏杀还有机会翻盘，你弟接招吧！你弟，倭国玩家田中已被抓捕。你刚刚隐身，他以为我落单，就敢不自量力对我出手，可笑。我们走吧。Nice， 我已经淘汰2个玩家了。亚历克斯，你是不是被强行选成了抓捕者？是，又怎么样？我们大米国天生就该当捕猎的狼，而不是躲着挨宰的羊。听好了，目前龙国战略部和我们米国总控都已经全盘锁定了场上10个抓捕者的名额。龙国的林穗安、南赛国的丽娜全在捕猎名单里，已经确认，抓捕者之间可以互相出手，你要小心。什么？刚刚倭国田中攻击林穗安，被他淘汰了。不自量力的蠢货，去偷袭那个精神病，这跟主动把脖子往绞肉机里投有什么区别？规则里淘汰几人能活？淘汰2人能存活，5人以上可以指定奖池。既然没有惩罚，亚历克斯，我命令你
在接下来2小时内，必须不择手段的疯狂淘汰其余选手。一旦在走廊里逮到机会，优先给我割空废了龙国那个女孩，或者全盘清洗龙国的同盟国选手，把高阶资源给大米国抢回来。优先解决龙国的软肉。亲爱的长官们，你们坐在温暖的特区办公室里，是真的不担心我这个唯一的兵王死在里头啊？这是国家利益，别让我们失望。知道了。国家利益，真会说。冻林遂安，只会跟田中一个下场。动龙国的鲤鱼，他身边跟着个灵魂，实力不容小觑。不过我不动手，不代表不可以让那些不知内情的炮灰帮我动手。刀可以递出去，人也可以骗过去。这迷宫真是越来越热闹了。哟呵，能无条件止血3次的绷带，这防御低保挺实用。克拉拉，回去提醒我，得让他们改良一下作战服。改什么？林，我觉得你们龙国的设计已经很具防御美感了，还要改什么？还用问吗？当然是必须在衣服上多缝几10个大兜啊！嘻嘻，那可不，这叫属于世界第一开荒者的暴富的烦恼啊！差不多要翻转房间了，这轮就留在这里。角度比刚才更加杂乱无规则，这游戏真的是在疯狂压存活率。果然，这一轮的翻转速度比躲藏时间的第一波至少快了3倍以上。别杀我，我没有宝贝，放过我！等等，我有龙国绝密消息交换。听到有人说要对付那个女孩，是谁？是个男的，我只听到声音。消息费，龙国向来大方。不用，感谢你没杀我，这太贵重了。给你就拿着，欠人情很烦的。你觉得想对小鱼下毒手的会是谁？除了大米国的亚历克斯，想不出第二个。他见过宋静书，怎么敢动？正常不敢。但如果能拖住宋姐就不一样了。你要联系指挥中心吗？没那个必要，宋姐会好好保护小鱼的。如果有人出手，咱们就用他凑人头。你一直走回头路，不找箱子，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数房间。宋姐猜的没错，房间不多，各10间，100间房。游戏用了空间手段，不留记号会一直转圈。林，上帝保佑！我有重要消息告诉你，莉迪亚姐姐，你这新皮肤挺硬核啊。说吧，撞见什么了？游戏的抓捕者会变，我干掉了高卢国的保罗，然后游戏把抓捕者身份转给了我。难怪，狗游戏不打算让总人数衰减，淘汰一个抓捕者就立刻补一个。数量必须死死维持在10个忍者。我是军人，必须得完成任务。我还差最后一个人头指标，但我保证死也不把大锤对准龙国。我信你，毛熊国是靠得住的铁哥们儿。如果你碰到小鱼，告诉他一声，有人在打主意，让宋姐提前防备。老大，真不联系安安？不联系。可是袋鼠国的布雷克已经通过定位道具锁定了小鱼，你看他的诡计，这杂碎现在正往小鱼那儿赶。他用了道具，小鱼根本无处可逃。再不联系安安，万一小鱼真出了事，我们怎么面对他的父母？龙国如果因为选手的阵亡，再次被狗游戏强行抹去一个安全区，我们拿什么去面对龙国百姓？老陈，现在才开局不到半小时，几国联盟的通讯机会都用完了，小鱼的通讯机会也用过了，安安的通讯一定要留到关键时候。现在就是关键时候。不，现在不是。老陈，你太小看小鱼，也太小看安安了。就凭一张定位卡、一把弩箭，就想淘汰小鱼？布雷克已经被游戏系统的指定奖励冲昏了头脑，他根本就不知道风铃扑克和阿锦的存在，他以为小鱼是一个落单等死的龙国女孩，这就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宋姐姐，宝箱！暂时安全，开吧。锦鲤妈妈保佑，这回千万给小鱼儿开一个有用的大宝贝！哇，宋姐姐，这个预警发夹，只要有对我有杀心的人靠近，就会发出红色警报，这也太适合我了！小心，有人摸过来了，我先隐身，不要慌。上帝保佑，龙国的小培养。
老子总算找到你了。下一轮轮空，哈哈哈哈！上帝保佑，去特么的国家利益，老子只要自个儿能活下去，一个特么连刀都拿不稳的龙国女孩而已。只要在迷宫里用定位卡摸过去，一箭射穿她的喉咙，老子不仅能一夜暴富，甚至连下一次的掉脑袋游戏都可以彻底免除。你想做什么？姑娘，跟世界说再见吧。大叔，你这反派的过场台词怎么走得这么快？你多说2句废话，说不定宋姐姐还能多让你在地上多站几秒钟。宋姐姐，手下留人！留着干什么？直接一刀砍了了事。宋姐姐，你忘了情报了？安神和丽娜都是抓捕者，他们有任务的。万一他们任务还没完成，咱们留着这人不浪费。还是你这小脑瓜子转得快。行，留他一条狗命。法克，这龙国的玩家身边怎么会跟着一尊能无视物理防御的恐怖守护英灵？Nice to meet you。啊，宋姐姐，他这个外国人好奇怪啊，他怎么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是不是被刚才那一摔给砸成了个傻子呀 ？What？ 我说奈斯兔米特油，你应该说奈斯兔米特油兔，书上都是这么教的。Nice to meet you too。对嘛？那我说好啊油，你应该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对，你这不是会吗？那刚才进门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口就世界再见？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龙国小女孩？不敢，小姑奶奶，是我有眼无珠。我的妈呀，我当场笑出了2块腹肌。小鱼，你教袋鼠国的人说英语啊，这对吗？龙国的教育大国牌面拉满。不过有一说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要不是宋大姐反应快，这小屁孩今天就得被贝利暗算了。游戏在宝箱里雇佣下一轮轮空当奖励，指定淘汰小鱼，这也太恶心了吧！小鱼，别玩了，我有事问他，你怎么找到他的定位卡？我使用了游戏道具定位卡，它能帮我定位到指定的玩家。那杀小鱼的任务也是游戏给你的？对，宝箱里有一张纸，上面说干掉他就能立刻通关，能继承他所有的道具，并获得2件指定奖藏道具和下轮游戏的轮空资格。指定我？游戏针对我一个小女孩啊？是不是我耗太多宝箱，游戏生气了？具体的原因目前还不确定，可能是你的好运气和好道具多得让游戏警惕，也可能他看你是个小女孩，觉得你比安安更好欺负罢了。我可不好欺负。我知道，我们龙国的小鱼最厉害了，不管游戏为什么针对你都没关系，有我在，谁都碰不到你。宋姐姐最棒了，咱们去找安审吧，把这个人交给安审。林，是你啊！大叔，你这造型挺狂野啊，还撑得住吗？有个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抓捕者追击了我整整2个房间，被我反击淘汰了。哦，那你现在应该也继承了抓捕者身份吧？你怎么知道淘汰掉上一任抓捕者，身份会补位继承？莉迪亚告诉我的，她跟你情况一样。现在咱们5个之中有4个抓捕者了，不知道小鱼是什么情况。说起来，你怎么伤得这么重？金善花呢？他现在隐身了。追击老子的那个抓捕者，不知道在宝箱里薅到了什么专门针对灵魂判定的特殊激进道具，一照面就把金善花给牢牢困住了整整5分钟。还真有针对灵魂的道具，就是这个东西。那家伙隔空就把这铃铛晃响一次，金善花就整个被一圈金光罩住，动弹不了，整整5分钟。那5分钟我简直生死时速，差点没命回来见你。没反应哦，可能1轮游戏限制使用1次，或者冷却时间比较长。收着，后面试试还能不能用。铃铛应该是宝箱道具，这个铁管才是我继承的武器。游戏给每个抓捕者的武器都不一样，还有暗器类的，所以后面遇见谁都得防备。金善花，你怎么样？受损严重吗？没事，林领袖放心，那个道具只有进步作用，没有任何伤害。行，那我们现在去找小鱼。安神，你们找我吗？不用麻烦了，我来了。安神，我还给你带了礼物。我操！小鱼，你这提溜进来的是个什么脏东西？袋鼠国的队长，这外籍选手可坏了，拿着弩来想淘汰我，说是游戏指定的，还能定位我。游戏点名道姓，要你出局。凭什么针对我？这游戏看我好欺负。别淘汰我，别淘汰我，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我的定位卡在右口袋里，使用次数还剩3次。行，还没变成垃圾。小鱼，这礼物老娘收下了。林，我是袋鼠国的队长，放过我，我可以用我手里的情报交换。从你决定对小鱼动手的时候开始，你就该想到这一刻。小鱼，转过头去。袋鼠国玩家布雷克已被抓捕。安安，
游戏给的纸条上指定淘汰小鱼，会不会有其他的抓捕者也得到了相同的纸？可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游戏这么针对小鱼，那至少发个能克制送检你的道具吧？怎么会让布雷克拿这个破弩就来了？这算什么？送人头吗？也对，那个弩连我制造的屏障都穿不透。这么说来，你怀疑这张纸有问题，是人为的？不好说，但是不排除有人在借刀杀人。宋姐姐，你说安神他们现在怎样了？定魂卡使用，指定禁锢灵魂，送解术。宋姐姐，宋姐姐，你怎么了？你别过来！畜生，给老娘住手！不许碰他！肉向心头。为什么？西巴，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这个大坏蛋！布雷克要淘汰我，你也要淘汰我，你们都觉得龙哥好欺负是不是呀？不行，我得跑！别让他跑了！克拉拉姐姐，抓住他！不可能！那个叫宋锦书的龙国英灵，明明还被老子的定制呢，这束缚力是哪儿来的？谁告诉你小鱼儿的身边只跟着一个宋姐姐保护了呀？克拉拉姐姐，等会儿翻转的时候他会和我们分开，你带他离开吧，把他送给安神。好。就是你这没长脑子的蠢货，动了坏心思，想去淘汰我们龙国的小鱼儿。躲藏倒计时35分钟，5分钟后将开启大逃杀模式。届时，所有抓捕者与躲藏者的实时位置将公布在每间房间的墙壁上。安神，还有5分钟就要开始大逃杀了，一旦位置暴露，小鱼儿就危险了。接下来怎么办？别急，先在这儿等大家过来集合。人到齐后，每个人身边跟2个灵魂，万一定住一个，还有一个能兜底。实时坐标位置公开，为什么不早半小时公布啊？但凡早半小时，我就能去找其他躲藏者，就不用冒险去追杀鲤鱼。我在这个该死的迷宫里转悠了整整1个小钟头，除了亚历克斯老大，老子连特满一个活人的毛都碰不着。结果现在快结束了，你才告诉我能看图找人，西巴！天选躲藏者，可惜当了抓捕者。不过他遇见了亚历克斯。朴正勋，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亚历克斯在刚才的安全屋里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是不是他怂恿你，让你去偷袭小鱼的？不是，和亚历克斯老大没关系。老大给了我治疗药剂治腿伤，还有寻踪箱和定魂卡。他给我定魂卡的时候，还特别严厉警告过我，让我不要动鲤鱼。过度强调就是暗示，给刀给路。再补一句，我可没让你去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亚历克斯这招借刀杀人用得好啊，这蠢货还想着替他开脱呢。可我们没证据。没证据就没证据，老娘可是抓捕者，找他麻烦需要什么证据？别杀我，求你了，我什么都能说。大叔，在你想着对一个女孩子下手的时候，有没有哪怕1秒钟的犹豫呢？玩家朴正勋已被抓捕。安神，你收到我让克拉拉姐姐给你打包过来的新礼物了吗？收到了，咱们小鱼儿今天最懂事也最棒了。大逃杀还有1分钟，我把卡牌灵魂重新分配一下，每个人身边跟2个隐身的灵魂，谁也别大意。注意，要翻转了！大逃杀开始了，14个红点，去掉我们5个人，居然还活着9个倒霉蛋，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林，真是太巧了，刚开始大逃杀我们就遇上了。是啊，亚历克斯大叔，你直奔着老娘而来，真是好巧。林，我其实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聊聊。哦，找老娘聊一聊，你想聊什么？我们都是抓捕者，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呢？也完成了。那我们就没有冲突了。我提议，我们联手把剩余的躲藏者和非同盟猎杀者清掉。亚历克斯，朴正勋死了，你知道吧？听到了，可惜他真是运气不好。我给了他治疗药剂和寻踪箱，结果还是没活下来。不止吧？你还给了他定魂卡。亚历克斯，借刀杀人这一套你玩得挺熟。这只是误会，我一直带着诚意想和你合作，怎么可能在背后搞这种小动作？那指定淘汰小鱼的通关秘籍呢？那是游戏发的任务，和我有什么关系？好，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死棋用了吗？林，真要动手，我手里不仅有死棋，还有安全物粉笔，你杀不了我。不重要了，老娘跟你聊够了。逆影物开，死棋使用，目标林虽然。虽然，现在动手解决他吗？动手，克拉拉，动手，用墙上那根毒针。等等，林虽安，我们不死不休。吓唬老娘，下辈子吧。把那张纸展开给我看看。不好，要开始翻转了。克拉拉，先把毒针拿回来。
纸拿过来。这张纸的正面跟布雷克朴正勋手里那张通关秘籍格式相同，措辞相同，不过这里果然有破绽。这张追踪目标一栏特码的居然是个手写。猎杀者专属奖励，您可在下方填写一名指定猎杀目标，填写后该目标信息将随即同步至本轮猎杀者的通关秘籍中。老娘还真是没冤枉他，其他人手里的指定目标全是亚历克斯这个老狗定的，这一招隔空借刀杀人还真让他玩明白了。咦，克拉拉大妹子，亚历克斯被阿蒙那一针扎穿了大动脉，这都过去快半分钟了，你有听到那游戏的死亡播报吗？没有，还剩13个红点。翻转之前是14个，但游戏从翻转到现在没有播报过任何人死亡。红点不存在不一定代表死亡，但绝对代表亚历克斯那个杂碎此时此刻不在这个游戏副本检测之中了。不死不休。克拉拉，亚历克斯这条老狗大概率他妈的没死透，这人未免也太难淘汰了吧？确定吗？虽然我能感觉到当时他是死亡状态的，按游戏的死规则来说，没有播报就是没死成。位置图上没他，说明他用了什么手段脱离了这个迷宫，或者进了游戏检测不到的空间。表面上的道具我都已经搜走了，除非他还有隐藏了什么关键道具。行吧，命真硬。小鱼在东南方向，安全；丽娜在西边，安全；莉迪亚和谢尔盖也各自在不同方向，红点都还亮着，看来也没出岔子。猎杀结束倒计时，3、2、1。本轮躲猫猫结束，存活玩家9人。龙国玩家林穗安、鲤鱼存活，南赛国玩家丽娜存活，米国玩家亚历克斯存活。林，那家伙刚才不是被你……发生什么了？那条老狗不知道用什么道具躲过一劫，回去再细说吧。现在先想你们的奖励，别浪费时间。虽然我淘汰够5个了，我打算直接指定兑换，清除南赛国任意一个区的诡异。你从第1轮开始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个。现在南赛国在现实里只剩最后一个避难所了，清除诡异确实就是给你们国家续命。白丝国玩家谢尔盖淘汰2人，请抽取游戏奖励。游戏点名了，之前抽奖可没规定谁先谁后。安神，这垃圾游戏的规则又背着我们偷偷改了。这破游戏什么时候不改规则了？虽然奖励机制还是分成个人道具和现实资源，但抽取顺序被在后台强行干预了。他是按照淘汰人头数排的，杀人最少的先上。谢尔盖，上去盯着点，注意看这轮的奖池和之前有什么区别。恭喜白丝国玩家谢尔盖抽取D级奖励铁皮护腕。D级，谢尔盖淘汰了2个人，刚好踩在抓捕者任务的及格线上，也就是说，杀敌数量直接在底层卡死了奖励的品质上限，杀得越少，档位越低。奖池变了，现在奖池内部直接按品质分了区。我的奖励是从 D 级区里随机抽取的。果然，这狗游戏还是在针对我们。巴坦博玩家哈尼亚淘汰3人，请抽取游戏奖励。恭喜巴坦博玩家哈尼亚抽取 C 级奖励侦察鹅。英伦国玩家罗恩淘汰3人，请抽取游戏奖励。恭喜英伦国玩家罗恩抽取 B 级奖励契约锁链。安神，他俩明明在游戏里都只淘汰了3个人呀，为什么一个是 C 级，另一个却能拿到 B 级奖励呀？这判定不对吧？哈尼亚是一开始就被强制选中的，罗恩则是中途反杀捕猎者抢到牌变身的。看来在游戏的判定里，主动杀人换身份的比被动选中的奖励高一档。这破游戏根本就是在明目张胆的鼓励玩家自相残杀。南赛国玩家丽娜淘汰5人，请选择游戏奖励。恭喜南赛国玩家丽娜选择 S 级奖励，清除一个区的诡异。穗安，我做到了，清除一个区的诡异，我真的拿到了，我的同胞有救了。你做到了，这是你拿命拼回来的，你是你们国家的英雄，实至名归。丽娜姐姐，恭喜你啊！南赛国又可以安全1分了。毛熊国玩家莉迪亚淘汰5人，请选择游戏奖励。恭喜毛熊国玩家莉迪亚选择 S 级奖励逆生甲。什么效果？遭受致命伤时会自动触发，无条件恢复到受伤前的巅峰状态，相当于第2条命。够用了，起码不用担心被人在背后阴死。龙国玩家林穗安淘汰5人，请选择游戏奖励。攻击类武器我不缺，防御类替死娃娃还有9条命，辅助类。规则改写笔可改写副本内1条小游戏规则，改后立即生效到副本结束，每轮限用1次，仅可改写小型规则，无法更改胜负条件与核心机制。改写规则有点意思，应该会很好玩。安神，这是什么高科技宝贝啊？是不是可以画个大烤鸭出来？想得美，这只是一支能改写副本游戏规则的普通笔而已。改
解规则，这也太逆天了吧！亚历克斯淘汰10人，奖励翻倍，请选择游戏奖励。本集播讲完毕，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